中年社畜的治愈时刻，往往就是那么简单，一支烟或者一个微笑，就能缓解整一天的压力。这个男人名叫佐佐木，除了吞云吐雾外，下班之后在路过的超市里买些零食，顺便看一眼收银员山田小姐那阳光般的微笑，就是他一天的治愈源泉。曾经也动过送些小礼物的念头，但转念一想，像自己这样的中年大叔还是别搞事了吧。今天那个傻叉上司又把会议拖到了天黑，搞那么久，结果还什么都决定不了。这种傻叉竟然是自己的领导，世界还真是不公平。为了缓解一天的压力，佐佐木决定今晚更要去看一眼山田小姐。没想到买完东西才发现，是个大婶坐在收银台上。难道她已经下班了？今天真是诸事不顺啊，唯有靠尼古丁来提神了。佐佐木踏出超市大门，刚刚摸出随身装备，路人鄙视的眼光就直射而来。原来店门口贴着大大的禁烟标志，唯二的乐趣都要被剥夺了吗？就在他四处张望寻找吸烟点的时候，一个清爽的女子声音拯救了他。大叔，这边可以来吸一口哦，竟有美女相邀。佐佐木小心翼翼地朝着超市后门走去，看到招呼他的女孩蹲在墙角下，他便一起蹲了下来，点上火后瞄了一眼一旁的女孩。她微微朋克风的装扮甚是亮眼，这样另类的美女完全不像是会在超市工作的样子。刚想开口询问，女孩竟然一扭头，闭着眼睛把脸凑了过来。佐佐木大惊之下，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原来女孩叫他过来只是想借个火，那你早说呀，竟然被调戏了。佐佐木红着脸把打火机递了过去，你每次都会去排2号收银台呢？美女点上烟后调侃道。佐佐木本想狡辩只是巧合，但女孩却似乎很了解自己。你是喜欢山田小姐吧？见佐佐木沉默不语，朋克女孩看向远处的高楼，嘴里吐着烟圈，默默说道：山田小姐人美胸大，但又像是没有男朋友的样子，你是这么想的吧？听到自己被误会了，佐佐木激动的大声辩驳，虽然我确实是个总去山田小姐那边结账的恶心大叔，但我只是想通过看她工作的状态来恢复精神而已，我只是单纯因此感到开心而已。原来如此，朋克女孩听后微微有些吃惊，我还以为又有该死的客人看上山田小姐了呢，毕竟之前就有不少笨蛋对她死缠烂打。此时一支烟已过半，女孩扭过头去深吸了一口，你是个不一样的大叔呢。她回过头来看着佐佐木的眼睛神秘地说道，请继续加油，维持你的品格哦。佐佐木先生，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佐佐木略有疑惑，但吞云吐雾的时间却又总是那么短暂。次日，佐佐木来到熟悉的2号收银台结账，看到山田小姐时，他又想起了昨晚的朋克女孩。本以为她是一个喜欢捉弄大叔的怪胎，但其实是个为同事着想的好女孩啊。突然，山田小姐叫出了佐佐木的名字，我从田山将那里听说喽，他说佐佐木先生是我的粉丝呢。看着山田小姐阳光般的笑容，佐佐木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小手一抖，连积分卡都掉了出来。可恶，原来你叫田山啊，我会记住这个名字的。结账完离去的佐佐木暗自心想，看着他的背影，山田小姐却忍不住噗的一下笑出了声，还要再来吸烟区哦。佐佐木先生，有些人单纯只是遇见就会觉得很幸福，中年社畜佐佐木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看一眼2号收银台上山田小姐灿烂的笑颜，就能治愈他一整天的疲惫。最近公司业绩不佳，营业会议开了又开，佐佐木在吞云吐雾中已经麻木了，指望有同事能挺身而出，大吵一架结束这冗长的会议，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妄想罢了。或许这就是社畜的悲哀吧。走出会议室，天都已经黑了，但佐佐木的心中还有着小小的期待，因为他的治愈天使2号收银台山田小姐的笑容还在等他。但不出意外的，赶到超市时，山田小姐已经不在了。佐佐木不得不反思自己，怎么总是卑微的祈求他人的治愈呢？或许自己也该培养一个爱好了吧。就在他走出超市的时候，田山将又从后门探出了头来，是大叔啊，现在吸烟处没有别人哦，不来上一支吗？佐佐木又惊又喜，田山小姐，你怎么能把我的小秘密告诉他呀？自那以后，我连去2号收银台的勇气都快没有了。佐佐木微微红着脸抱怨着，可你不还是找他结账了？看着田山将的笑脸，佐佐木也生气不起来了。他拿出刚买的美味雪饼递给田山将，就当做上次在这里抽烟的谢礼吧。哇塞，这东西在老头老太太那里很有人气呢。田山将看着雪饼疯狂吐槽，难道我已经这么老了？佐佐木原本兴奋推荐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总之谢谢了，我也一直想尝尝呢。田山将接过雪饼后继续招呼道，别站着发呆了，过来抽一支吧。看到田山将收下了礼物，佐佐木也坐到了墙角下，他伸手摸了摸口袋，糟糕，把烟落在公司了，抽我的吧。田山将竟然毫无忌讳的把自己抽了一半的烟递了过去。佐佐木顿时无语，吃了我的雪饼还嫌我碍事的话你就直说，您真是明察秋毫呢。看着田山将真诚的脸，佐佐木接过香烟一把掐灭，捉弄我这个大叔你很开心吗？别提有多开心了。受到暴击，佐佐木再次沉默，田山将却滔滔不绝起来，这也不是我的错哦，谁叫佐佐木先生是我的治愈源泉呢？就像你找山田小姐结账是一个道理，又拿我寻开心了不是？我可从来没有像你这样骚扰过山田小姐呢。
佐佐木摸着脑袋做最后挣扎。此时田山将俯下身来，俏皮地说道：“别闹别扭了，治愈这东西不是因人而异的吗？所以下次要再来哦。”佐佐木先生，男人对会撒娇的美女真是毫无抵抗力。次日，佐佐木又去超市采购雪饼，没想到山田小姐看到后也说这个超级好吃，别人给我尝过后就爱上了呢。她笑嘻嘻地说道：“难道是田山将给的？”佐佐木一阵疑惑。走出超市后，他看向夜空，脑中自然浮现出田山将给山田小姐雪饼的画面。此时超市内，山田小姐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你感冒了？”同事关心地询问：“没有啦，大概是某个迟钝的大叔正在想我吧。”明明是客户自身的问题，但傻叉领导却只会对着下属发火。今天又是佐佐木挨训的一天，忐忑地坐回工位后，他只想着快点下班，好赶去看一眼自己的治愈源泉。没想到临走前，该死的领导又扔下了厚厚一摞需要整理的资料，他自己却先下班闪人了。佐佐木没有怒怼领导的勇气，中年社畜的无奈尽在脸上。就这么连续加班3天后，他才又一次来到了熟悉的2号收银台前。但这一次，即使看到山田小姐阳光般温暖的笑颜，他也仍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着佐佐木行尸走肉般的走出超市，山田小姐也疑惑起来，这家伙那么反常的表现究竟是怎么了？走出超市大门的佐佐木一脸的疲惫，他抬头望向天空，想着来一支烟提提神吧。不好意思的往后门处看了看，却并没有田山将的人影。他要是不在的话，我也不方便在人家的后门吸烟了。佐佐木微叹一口气，突然他感觉背后被谁轻戳了几下，吓了一跳的佐佐木猛地回头，只见田山将就站在自己身后。你好，我就是那个方便的女人，你也是刚下班吗？佐佐木略有疑惑，但田山将不由分说，直接推着他去了后门吸烟点。点上一支后，佐佐木长叹了口气，在田山将的关心下，他才缓缓道出了这几天的遭遇，跟年轻人说这个有点太无聊了吧。倾诉之后，佐佐木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山田小姐很担心你哦。听到田山将这么说，佐佐木慌张的挠了挠头，掩饰尴尬。是真的哦，田山将一脸认真的说道，因为你看上去没什么精神，所以山田小姐才会有点担心。佐佐木这才相信山田小姐总是那么有干劲，真是个优秀的员工啊。感慨完后，他向同样关心自己的田山将表示感谢。我只是个传话筒罢了。田山将深藏不露，但佐佐木却看出了盲点。您连头发都还没梳好，就来找我聊天了不是？他半开玩笑的点了点自己的头发，被田山将的一口烟喷到脸上，佐佐木呛的眼泪都流了出来。田山将步步紧逼，直勾勾的盯着佐佐木说道：“我头发那么乱，只是因为我懒。至于我为什么来找你聊天吗？”田山将凑到佐佐木耳边，神秘兮兮的说道：“就是不告诉你，因为你今天太自以为是了。”佐佐木顿时脸红了半边，我怎么就自以为是了？不仅自以为是，还脑子迟钝呢。他是公司里古道热肠的老好人，却因为长相阴沉，容易被人误解。今天又是佐佐木被领导狠狠训斥的一天，因为他鼓励新同事的话语被理解成是一种变相的指责。职场的人际关系真是太难了，自己能不能从治愈天使身上学到那种温暖人心的笑容呢？佐佐木当即决定，今晚就去超市观摩学习。动机不纯，自然也就见不到天使。佐佐木失望而回，却在超市后门又碰见了正在抽烟的田山将。他很自然地坐了下去，点上那么一支。我长得很吓人吗？郁闷的佐佐木忍不住问道。还有此等有趣的问题，田山将抓住机会一通调侃。但是在听完佐佐木的倾诉后，他还是郑重地开导起来。那个新人才刚毕业吧，能在你们那个黑心企业里混下去的话，他早晚会意识到的。其实佐佐木先生是个好人。收到好人卡一张，佐佐木心情反而平复了许多。后续的闲谈中，他不禁流露出今天来看山田小姐的初心，就是想学习她那种温暖人心的微笑。田山将听后微微低下头，微笑的秘诀就是让眼睛保持3日月形，面部肌肉上提，露出你的上排牙来，就像这样哦。他突然一抬头，指着自己脸蛋微笑着示范起来。酷酷的朋克女孩瞬间变身成甜美的天使，这个反差萌让佐佐木大感意外。他背过身去，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抱歉了，我是真没想到田山小姐也会有那么可爱的表情啊。看到佐佐木这个样子，田山将再也忍不住了。他按住佐佐木的嘴角往两边一拉，比起我的示范，还是这个样子更有效率呢。见他一副微嗔的样子，佐佐木赶紧道歉，但被绷紧的嘴角只能发出颤抖的声音。你是生气了吗？对不起啦，我整的不是恶意的。田山将也适时收手。好啦，今天的微笑练习到此结束，但是回家后也要继续努力哦。次日，佐佐木再次来到熟悉的2号收银台结账，终于看到了治愈天使的微笑。他哼着小曲，一脸满足地走出了超市。看着这个迟钝的男人，山田小姐反而吃起自己的醋来。她嘟囔着小嘴，略有些生气。那个时候竟敢夸奖说田山将的笑容很可爱，明明你这家伙平时都一直在看的呀。又到了樱花盛开万物复苏的季节，虽然刚被客户一顿臭骂，但春风拂面还是让佐佐木心旷神怡。到了中午时分，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佐佐木决定去超市随便买个便当应付一下。刚走到门口，
烟瘾就上来了。虽然心想着田山将应该是晚班，但还是不死心的去后门处瞄了一眼。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山田小姐竟然出现在吸烟点。佐佐木大惊，山田小姐却镇定自若地向他打招呼：“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晚班的治愈女神竟然大白天出现了。佐佐木顿时慌张的有点不知所措。经过山田小姐一番解释后，才得知她今天只是帮忙顶班，并不是要从夜班改成白班。佐佐木这才冷静下来。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吸烟点吗？山田小姐脑筋一转，指了指一旁的自动售货机。佐佐木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突然，他意识到没有田山将的情况下，自己才是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他立刻向山田小姐解释，不过山田小姐却丝毫没有吃惊的样子，反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在这儿抽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难道是田山将告诉你的？佐佐木立马脑补了原因，你们两个关系真好啊！这一句话差点让山田小姐石化过去，眼前的男人真是块木头。他背过脸去，气不打一处来，但自己造的孽还是要自己还。表面上他只得微笑着连声说是，好朋友之间会有很多共通点吧。佐佐木突发感慨，山田小姐和田山将都很善解人意呢。他担心在这抽烟会让山田小姐沾上烟味，打了个哈哈就准备转身离去，真是个呆子。山田小姐决定再给点提示，她忽然叫住了离去的佐佐木，凑近他身边后踮起脚尖，伸手往其头顶一摘，有花瓣一直粘在头发上哦。零距离看到女神的容颜，佐佐木的脸刷一下红了。山田小姐俏皮的一吐舌头，因为看着很可爱，所以刚才忘了告诉你了。这样类似田山将的大胆举动都没让佐佐木有所察觉，佐佐木只觉得今天的山田小姐像个小孩子一样俏皮可爱。等佐佐木离去，山田小姐终于能点上一支烟了。她坐在熟悉的墙角下吸了一口后，感叹着佐佐木这个奇怪的大叔真是迟钝的异常啊。工作日的夜晚又到了山田小姐下班的时间，但今天佐佐木却没有出现在超市，难道在那个黑心企业里加班过夜了？他略有疑惑之时，突然被同事告知店长有事情找他。过了一会儿，佐佐木才姗姗来迟，原来今天是他难得休假的日子。买完烟后走出超市的他，被凉风一吹，猛地打了个喷嚏。他这才发觉自己只穿了件单衣，而春天的夜还是有那么点冷的。抽一根再回去吧。他看向超市后门，田山将貌似还在那里，走过去刚想打个招呼，就看到田山将一脸阴沉的蹲在墙角抽着闷烟，一副心情很糟糕的样子。哟，这不是佐佐木先生吗？被田山将一瞪，吓得佐佐木浑身一哆嗦。他略带紧张地坐到墙角下，刚把烟摸出来，就看到一旁的垃圾桶上插满了烟蒂。佐佐木沉默片刻后，起身走到了自动贩卖机旁。他以天气冷为借口，想请田山将喝点热饮。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状态不好的时候，比起抽烟喝酒，来点暖饮会更好啊。他是在关心自己吗？田山将此时终于忍不住的把憋在心里的话倾诉了出来。原来刚才店长找他，是因为被客户投诉了，而投诉理由竟然是身上的烟味和开朗的形象不符。虽然店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久违的投诉还是让田山将心情烦躁。他还真是悲哀啊。佐佐木拿起刚点的咖啡，顺口说道：“知晓家人的另一面，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怎么反而变得失去信任了呢？明明两面都是真实的他呀。”说完大道理，一阵凉风又让佐佐木喷嚏连天，他自觉有些尴尬。刚才是我多嘴了哈，田山将的事我明明也不了解。等打完喷嚏回过头来，佐佐木赫然发现田山将已经站在自己跟前，他双手搭在了自己肩膀上。佐佐木瞬间慌了，田山将你这是干啥？借你一下罢了。原来田山将只是把外套给佐佐木披上了，感觉到了外套内侧的余温。佐佐木红着脸低头连声道谢，这个呆子今天倒是挺会说话的嘛。田山将看着扭过头去继续点饮料的佐佐木，心中也是一阵暖意流过。他拉住自己外套的衣袖后，声诺文银般的说道：“我才要谢谢你呢。”等佐佐木点完跟自己一样的咖啡后，田山将才告诉他自己不喝那玩意儿。佐佐木一脸的震惊，田山将却微微一笑。今天终于见到佐佐木呆头呆脑的样子了。今天又是佐佐木意志消沉的一天，因为是个老烟枪，总是满身烟味的他，被单位里不抽烟的同事嫌弃了。看着购物篮中的各种除臭剂，即使佐佐木什么也没说，山田小姐也已经猜到了七七八八。次日，熟悉的后门吸烟点上，田山将一语道破天机：“我说大叔啊，你那满身烟味又被讨厌了吧？”佐佐木先是一愣，随后就惊讶至极的看向他：“难道田山将你有预知能力？真的有就好了。”田山将哈哈一笑：“我只是看到你买了除臭剂而已。”原来如此。佐佐木吸上一口烟掩饰尴尬后，便道出了在公司被嫌弃的事实。这或许就是吸烟者的宿命吧。他发出无奈的感慨。田山将听后在一旁酷酷的表示，只要吸完后刷个牙，再在衣服上喷点去味的喷雾就行了。不过偶尔还是会像上次那样被投诉就是了。竟然还有这种解决方法，直男佐佐木根本没有想到过。他满脸敬佩地看向田山将，两眼发光宛如一条忠犬。田山将暗自在心里发笑，但表面上仍酷酷地表示自己也只是从前辈那里现学现卖罢了。看着佐佐木崇拜的神情，田山将决定再捉弄一下他。伸手，他轻喝一声，
然后把一瓶自用的除臭喷雾放到了佐佐木的手中，看起来很贵的样子。佐佐木有些不好意思，但田山将却大方地表示家里有很多，这瓶用过的就送你了。那就谢谢了，也算是收到礼物。佐佐木略有些兴奋，便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味道的？你想闻闻看吗？”田山将突然拉下外套，露出香肩：“我刚在这里喷了点哦。”我才不闻呢！佐佐木瞬间涨红了脸：“你刚才是不是把我当成狗了？”看着笑嘻嘻的田山将，佐佐木一肚子的委屈，应该是拉布拉多吧？那不还是狗吗？抽烟的欢乐时光转眼就过去了。第二天，佐佐木又来熟悉的2号收银台结账。今天的佐佐木先生有点不一样了，身上有和田山将一样的味道。被山田小姐一通调侃，佐佐木顿时不知所措，他红着脸解释缘由：“是不是我喷太多了？”随后便四肢僵硬地走出了超市。那个呆子佐佐木竟然有那么大的反应。山田小姐扯了扯帽子，想遮住自己已经红到发烫的耳根，本来只想捉弄对方一下的，没想到自己却也跟着害羞了起来。今天是佐佐木难得开心的日子，因为用了田山将送的除臭喷雾后，得到了公司同事的一致好评。为了表示感谢，佐佐木特地去选购了谢礼。来到熟悉的吸烟点后，看到有人影在，佐佐木顺理成章地上前打招呼，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抽着电子烟的眼镜大姐。找错人了，佐佐木顿时慌了神。在眼镜大姐犀利目光的注视下，他挠着头，支支吾吾地自我介绍起来。眼前这个大叔，不管是猥琐跟踪狂还是小偷什么的，反正都很可疑。大姐摸出电话就准备报警，佐佐木赶紧说出认识田山将的事情。经过他手忙脚乱的一番解释后，眼镜大姐更懵逼了。他口中的田山将是谁呢？不过冷静下来仔细观察后，他顿时觉得佐佐木的面容有点熟悉。这个男人不就是那个总是满面笑容的，在山田那里结账的大叔吗？因为长得很像自家养的狗，所以还有那么点印象。你认识的是山田吧？大姐反问道。佐佐木赶忙解释，田山将是个朋克装扮的可靠女孩，跟山田小姐关系很好的。原来如此，大姐脑子一转，瞬间就明白过来，这个大叔被耍了呀。所以你今天是来跟山啊？不对，田山将一起抽烟的吗？被大姐这么一问，佐佐木才想起了回礼的初心，匆忙拿出礼物以此证明。小样还送礼给妹子。大姐神奇的脑回路一转，语出惊人道：“你是在包养她吗？怎么可能？是谢礼啦！”佐佐木赶紧把礼物递给大姐，希望她帮忙转交后，就尴尬的转身溜了。看着落荒而逃的佐佐木，大姐再次发出感慨：“真像我家那条狗啊！”此时，山田小姐推门而出：“店长，你要抽烟的话也带上我呀。”等她点上一支烟后，店长便提起了刚才的事情。没这回事呢。山田小姐还想狡辩一下，但店长直接拿出手里的证据交给了她。那家伙刚才已经来过了哦，还说要把这个交给田山将。他口中的田山将其实就是你吧？看着佐佐木送的礼物，山田小姐一言不发的默认了。店长见状，抽上一口烟后，低着头继续语重心长的教育起后辈来：“你这山田田山的名字编的也太随意了，只能骗骗那个呆头呆脑的大叔。”他直接点出佐佐木像个老实人，希望山田不要再耍人家了。抬头瞄了一眼，发现山田根本没心思听自己讲。店长有些生气，刚想发作，忽然发觉山田紧紧抱住佐佐木的礼物，一副幸福的表情。原来如此，爱情的酸臭味弥漫在空气中。店长的恋爱雷达顿时警报声大响，他扭头一想，算了，都是成年人了，就当给乏味的夜班找点乐子吧。特意去大商场里挑选了礼物，却没有亲手交到田山将的手里。佐佐木心神不宁。次日，他又来到了熟悉的吸烟点外，偷偷往里瞄了一眼，却又不敢走进去。昨天碰到店员大姐的尴尬历历在目，田山将会不会因此挨批呢？想到这儿，佐佐木更坐立不安起来。发现可疑人物突然出现在背后的田山将大喊一声，把佐佐木吓了一跳。原来是田山将啊！佐佐木看清是他后，便压低声音，小声地告诉他昨天碰到店员大姐的事情。得知那位大姐原来是店长，佐佐木更是有点畏畏缩缩。田山将可不管那么多，拉着他就往后门走去。放心吧，偶尔来没事的。两人来到了吸烟点后，田山将摸出佐佐木送的小礼物，表示很可爱，自己很喜欢。我每次看到这个便携式烟灰缸，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呢，自己一片苦心没有白费。佐佐木也露出满意的微笑。田山将点上烟后继续发表感言。为什么会笑呢？因为看到这玩意儿，脑中自然就会浮现出佐佐木先生在商场里尴尬挑选的样子。我去，你只是觉得大叔我很好笑吗？佐佐木有点搞不懂了，田山将到底是真喜欢还是开玩笑的？他偷偷瞄了一眼过去，发现田山将看着礼物的眼神中隐约流露出那么一丝的珍惜。算了，怎么都无所谓了。他刚把纠结的心放下，田山将忽然提议佐佐木试用一下自己送的这个礼物。我就说这个便携的斗灰很方便吧。佐佐木自豪地笑着想伸手去拿，没想到田山将抢先一步，整个人靠了上来，被美女肩贴着肩。佐佐木紧张的直冒汗，田山将倒是一脸的淡定，他右手托着烟灰盒，让佐佐木赶紧的，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给我不就行了。佐佐木伸长了右臂想去拿，但田山将拖着烟灰盒的手却越逃越远。
老胳膊老腿哪受得了这样的调戏，一不小心就扭了一下。第二天看到佐佐木购物篮中的跌打膏药，还有他捂着右臂，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山田小姐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忍不住噗的笑出了声。她赶紧低下头，用呛到了的借口掩饰了过去。刚才真是失礼了，佐佐木先生，请您原谅。山田小姐红着脸小声说道。佐佐木大为惊讶，才这么点小事情，为什么要郑重的道歉啊？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对面的山田小姐正强忍住心中笑意，默默反省着，原来大叔抽筋拉伤后要好久才能恢复啊！都已经2023年了，竟然还有人用着老年翻盖机。佐佐木就是这样一个怀旧的男人，可惜今天手里这台老爷机终于寿终正寝了。他本想着去修理店还能抢救一下，但要好的同事极力反对，最后还是换成了大屏智能机。佐佐木在电车上摸出新机子来，想上个网看个新闻，却发现老头子一个的他完全不会耍这种新玩意儿。当天晚上，熟悉的超市后门吸烟点，佐佐木双手合十，郑重的请求田山将教他使用智能手机，拜托了，田山老师。得到田山将的同意后，佐佐木立马摸出老花镜戴在了脸上，秒变斯文败类的他竟然让酷酷的田山将花痴一样的看愣了5秒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田山将猛地站了起来，一番询问后发现佐佐木竟然连基本操作都还没搞懂。在田山将耐心的指导下，他终于学会了如何用 App 上网看新闻。田山将好厉害呀！佐佐木开心的称赞起来。随后他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把手机上的文字调大一点？调大了的话，他是不是就不用戴眼镜了？此时田山将的内心是抗拒的，面对真诚发问的佐佐木，他不自觉地扭过头去，或许真的吊起来很麻烦吧。佐佐木吐了口烟，低下头暗自心想，见他一副难办的样子，田山将又于心不忍，内心一番挣扎后，他转过身去告诉佐佐木，也不是不行了。佐佐木大喜，刚要抬头，田山将突然就伸手到他脸上，然后把眼镜轻轻那么一推，佐佐木顿时面红耳赤起来，眼镜不可以摘掉哦。田山将做了个手势比划了一下，佐佐木听后却是一头雾水，这老花镜自己本来看手机就要戴的呀。接过佐佐木的新手机后，田山将决定再逗一逗他，为了庆祝你第一次用智能手机，我就把山田小姐的号码存给你吧。绝对不行啊，那种个人隐私怎么可以？佐佐木慌张的拒绝，但双持的田山将一番迅捷的操作后，就表示已经存好了。怎么可以这样啊？佐佐木哭丧着脸，田山将却盯着手机，露出了狡黠的微笑，自然是骗你的了。他摆弄几下就把字体大小调整好了。佐佐木听后摔倒在一旁，不知该哭还是该笑。第二天，看着手机中佐佐木不知所措模样的照片，山田小姐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脸满足的表情。那个呆子果然没注意到自己被偷拍了。他伸了伸懒腰，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是个好日子。超市里人烟稀少，生意冷淡，店长便建议山田小姐提前下班回去休息，可以早退的话，就在我吃饭之前说呀。山田小姐吃着泡面吐槽道：“废话那么多，难道你想留下来帮忙检查临期商品吗？”听到店长这么说，山田小姐速战速决，哧溜几口把面下肚后，就赶紧闪人了。难得的休息时间，她换上常服变为田山将后，妆也懒得化，准备买点酒，回去小酌后就睡觉休息了。今天的山田小姐等不了你喽。见不到佐佐木，田山将心里突然感到有那么点可惜。买完东西准备回去，赫然发现佐佐木已经来了。田山将赶紧躲到一旁，机会难得，要不从背后吓他一下试试？转念一想，这样也有点无聊，该怎么办呢？他思索片刻就有了主意。等他再次出现在佐佐木面前的时候，已经换上了山田小姐的装扮，满脸微笑的跟佐佐木打招呼。治愈女神意外降临，佐佐木顿时呆若木鸡，小手一滑，购物篮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您没事吧？山田小姐俯身询问，其实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佐佐木则强装镇定，眼前就是变装的山田小姐，自己是想看又不敢盯着看，只得低下头，默默地捡拾着刚才掉落的物品。此时，山田小姐同样蹲下身去帮忙。女神的盛世容颜真的太治愈了，佐佐木差点看呆过去。反应过来后，他赶紧在心中默念起佛经，排除了杂念。佐佐木说话也顺溜了许多。当得知山田小姐也在为晚上买什么来做下酒小菜范畴时，佐佐木摸出香烟，即兴表演了一个小占卜，用弹出的烟来决定买哪样零食。擅自帮您做决定了。佐佐木挠着头笑着说。山田小姐倒是对这种占卜法饶有兴趣，佐佐木便解释起来，弹出来一只代表今天能早点下班，出来2只代表这周能休息，3只的话就代表能在收银台。佐佐木差点就脱口而出，还好及时反应过来，他微笑着表示这种小占卜只是自己随便玩玩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等佐佐木买完东西离去，山田小姐又变回田山将的样子，在后门独自抽起烟来。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怎么这种时候反应那么快，关键时刻就退缩了呢？田山将心中略有些遗憾，他摸出香烟也试着占卜起来，出来3只就是注意到了，2只就是没注意到，而1只的话就是他啪嗒一弹，竟然一下子蹦出4支烟来。
另一边，佐佐木正匆忙地往超市跑去。原来刚才被山田小姐的变装扰乱了心智，一不小心就把杂志夹在腋下带了出来。随后迎接他的便是店长黑着脸的一通教育。春天的故事都要从一次失身说起。今天晚上，佐佐木又来到了超市后门吸烟点，却刚好被店长喷了个透心凉。原来他清洗地面后，一时兴起就玩起水来。浑身湿透的佐佐木不得不换上店长给的备用衣裤。随后两人尬坐在一起抽烟。佐佐木一时间也想不到该聊些什么，反倒是店长率先开口。他竟然跟佐佐木是年龄相仿的同辈，中年社畜大叔加上中年店长大姐，这种奇妙的组合下，佐佐木反而更拘谨了。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男人。店长不禁好奇起来，佐佐木君，你一听到女人的年龄就那么不安的话，那你知道田山将年纪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你说田山将啊，我从没问过他呢。佐佐木抽着烟轻松地回答道，你俩一起抽烟都那么熟了，居然没问过吗？店长八卦的心顿时燃了起来，他不敢相信佐佐木面对田山将会一点都没兴趣。其实在佐佐木的内心中还是很在意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子的，因为她能够认真倾听自己的烦恼，跟田山将一起聊聊天就会觉得很开心。君子有情，止乎于理，佐佐木并不敢越界，只是在回家的路上会若有若无地思考这些事罢了。原来如此，难怪田山将会和佐佐木走那么近。店长听后瞬间就明白了，你是想说最喜欢田山将了是吧？店长突然语出惊人。佐佐木慌乱之中本想否认，那么你是讨厌他吗？被店长一击，佐佐木脱口而出，当然是喜欢了。就在此时，买完东西的田山将突然出现在背后，佐佐木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气氛顿时尴尬到了极点。店长是个明白人，赶紧找个借口就溜回店里去了，留下了一脸惊慌的佐佐木。你听到刚才的对话了吗？佐佐木眼睛斜向一旁，心虚的问道。刚才的什么呀？田山将欲擒故纵的回答，让佐佐木松了一口气。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和店长随便聊聊。佐佐木打着哈哈想快点蒙混过去，田山将却一把抓起毛巾盖在了佐佐木的头上，湿头发也要认真擦干哦。田山将对着佐佐木的脑袋一阵蹂躏后，悄悄凑到他耳边神秘的说道：“24。”佐佐木一脸懵逼的抬头看去，田山将则俏皮一笑：“你就在回去的路上，若有若无的想想吧。你敢相信吗？香烟还能用来预测性格。今天佐佐木的黄毛同事就教给他一个时下年轻人中热门的玩法——香烟预测法。”当晚，超市后门吸烟点上，佐佐木便主动和田山将聊起了这个话题。通过香烟的品牌和抽烟动作，就能知道他是哪种性格特点。这个大叔竟然也有幼稚的一面。田山将本不信这个，但架不住今天的佐佐木格外热情。行吧，那就让我看看佐佐木先生是什么性格吧。田山将指挥着佐佐木操作手机搜索起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搜索结果暗示佐佐木竟然是那种瞧不起人，但 XP 又是喜欢受虐的类型，这是神马神奇的测试，惹得田山将直接笑岔了气。真是的，连烟都没法好好抽了呀。他边吐槽边摸出自己的手机，田山将的测试结果让佐佐木当场石化，他竟然是罕见的双重人格，而且还是性欲很强的类型。这种玩意儿大多最后都会扯到黄段子上去。田山将暗自发笑，这测试虽然不科学，但自己这表里两种状态也确实被说中了那么一点点。突然佐佐木噗的一声双膝跪地，这让田山将吃了一惊。不用那么较真了。看着佐佐木一脸自责的样子，田山将吐着烟宽慰他。由于把话题引到了黄腔上，佐佐木郑重的连声道歉。确实，我也不怎么喜欢黄段子的。田山将的回答直刺佐佐木的小心脏，但善解人意的田山将自然也不会真的责怪他。他明白佐佐木说这些只是想融入年轻人喜欢的话题，明明是为了我才做的事情，反而又向我道歉。佐佐木先生，你还真是个笨蛋啊！田山将瞥了他一眼，偷笑道。安抚完佐佐木后，看着这个老实巴交的大叔，田山将捉弄的心思又上来了。他突然用恐怖杀手才有的那种冷冰冰的眼神注视佐佐木，说不定田山小姐真的是双重人格哦。没想到佐佐木这个呆子丝毫不惧，理解方向反而另辟蹊径。我懂的，一面是帅气，一面是温柔，说的就是田山将吧。这一顿彩虹屁下去，把田山将整不会了。他揪住佐佐木的领带猛地一拽，零距离下直勾勾的看着对方，随后摸出一根烟来塞到他嘴里。您这是要干嘛？见到佐佐木红着脸，终于露出惊慌的表情，田山将从兜里缓缓摸出打火机，邪魅一笑道：“自然是帮您点个火呀。”次日，以为田山将是真的生气了，佐佐木沮丧着脸来到超市。像我这种人，已经不配去山田小姐那里结账了吧？他刚想去隔壁收银台，山田小姐突然大喝一声，随后举手示意道：“这位客人，这边没人排队哦。”看着两人这种奇怪的举动，店长在一旁好奇心大起，到底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真想亲眼看看啊！剩下的傍晚仍是那么酷暑难耐，一天的忙碌下来，在外跑业务的佐佐木已经汗流浃背，看着走在路上舔着冰棍的孩童，他顿时心痒不已。回去的路上也买点冷饮吧。走进超市大门，目光穿过拥挤的人群，赫然发现
今天的山田小姐这么早就已经在了，真是自己的幸运日啊！忽然，佐佐木意识到了盲点，山田小姐竟然已经换上了清凉的短袖工作服。佐佐木瞬间就像被摄了魂一般，一巴掌把自己拍醒后，佐佐木顿感浑身清凉。多亏了山田小姐，冰棍钱看来可以省下了。第二天，后门吸烟点上，田山将好奇地询问佐佐木：“昨天你明明来了，为什么没买东西就走了？”被直接灵魂拷问，佐佐木抽着烟一阵沉默，脑中则飞速运转，思索着该怎么蒙混过关。见田山将仍是步步紧逼，不停地追问，他只得长叹一口气后，心虚地表示自己本想去买点冷饮解暑，但一走进超市，感受到空调吹来的阵阵凉风后，瞬间就清凉了下来。原来不是山田小姐的短袖造型给你带去清爽感啊！被田山将戳中事实，本就心虚的佐佐木小手一抖，连香烟都掉了下去。被我猜中了吧？田山将狡黠一笑，佐佐木红着脸还想嘴硬。为了给顾客带去清凉感，超市的工作人员竟然提前换上夏装，我只是对此很感动罢了。所以说，山田小姐的半袖夏装一点都不可爱了。又是田山将直击灵魂的拷问，佐佐木一阵纠结，但最终还是无法违背自己的内心。他红着脸低下头去，轻声说道：“我觉得山田小姐的短袖造型真的很赞呢。”看着已经急到满头大汗的佐佐木，田山将捉弄他的心思又上来了。当话题扯到这炎热的天气适合怎么穿衣时，田山将突然把外套往后一退，露出自己平坦的小腹来。你看我这样穿一点都不热呢。见佐佐木根本不敢扭头过来，田山将只觉得计谋得逞，脑中不禁浮现出佐佐木红着脸手足无措的样子。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佐佐木竟然一脸关心地问道：“你的肚子不冷啊？”面对山田小姐的短袖就是太赞了，不敢多看。面对更赞的田山将的小肚子，竟然是嘘寒问暖。这个大叔搞咩呀？田山将一肚子的火却又不好发作。当见到佐佐木把外套脱下，递给自己盖肚子时，他二话不说，直接一把接过穿到了身上，随后就站起身来，扭头给佐佐木做了个吐舌头的鬼脸。你这个无耻的胳膊控！被田山将这么一吐槽，反而是佐佐木搞不明白了，胳膊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地狱般的死亡14天连班，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今天连轴转的佐佐木终于熬出了头，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天空中大雨倾盆，让本该放松下来的心情反而变得有点郁闷了。等他路过超市时，惊讶地发现田山将撑着伞靠在墙边，正等着自己。好久不见了呀！佐佐木打过招呼后，田山将便以需要帮忙为由，拉着佐佐木来到了后门吸烟点，点上一根烟后坐了下来。佐佐木才看清面前的一大筐晴天娃娃，原来每年雨季，店长都会准备一些挂在店外，还会当成小礼物送给进店的孩子们。介绍完缘由后，田山将就从一大筐中摸出一个自己画的娃娃来，扭曲的面容宛如阿汪。佐佐木一下没忍住笑出了声，他赶紧扭头捂住嘴巴：“我画的有那么烂吗？”田山将拿着娃娃一把怼到佐佐木脸上：“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清楚！”吓得佐佐木连声道歉。随后田山将摸出笔来，他正是需要佐佐木帮忙给娃娃们画上脸谱。接过笔后，佐佐木只思考了片刻，就挥洒自如地画了起来。没过多久，一脸严肃的店长大姐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娃娃上，那副眼镜简直就是神来之笔。田山将不忍直视地捂着脸大笑起来，看着眼泪都笑出来的田山将，佐佐木大笔一挥，一个酷酷的田山娃娃就再次出现在眼前。画得很可爱吗？接过娃娃后，田山将嫣然一笑，表扬佐佐木平时观察得很仔细。那我也来画一个佐佐木先生吧。他立刻提笔作画，在沙沙的雨声配合下，认真作画的田山将宛如一幅治愈的画卷。佐佐木不禁发出感慨：真的好啊，难道是在夸奖我？田山将先是一愣，随即便明白过来，原来他说的是香烟。原本是挺喜欢雨天的，香烟能散得更快，吸到嘴中的味道也会觉得更浓郁，但是被生活所迫，差点忘了呢。佐佐木娓娓道出此刻的心情后，一阵困意袭来，竟然累得睡着了。辛苦你了呢，佐佐木先生。看着眼前这个疲惫的男人，田山将不禁露出心疼的表情，他赶紧伸手过去，把佐佐木嘴中叼着的烟取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急促的闹铃声就把佐佐木吵醒了。该死，昨晚忘了关闹钟了。佐佐木挣扎着拿过手机关掉闹铃后，突然发现手背上被田山将画满了涂鸦，虽然上面写着给自己打气的话语，但是这可是洗不掉的油性笔啊！佐佐木是既欣喜又无奈。14天地狱连班后，又到了社畜每年的体检时间，被医生告知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佐佐木即使在吸烟点见到田山将，仍是一副精神萎靡的样子。烟草这东西真的对身体有害呀！迫于健康的压力，佐佐木不得不开始戒烟。第二天，山田小姐在工作时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店长看到后便关心地询问起来：要是戒烟的话，那个人就没有理由再来超市后门了吧？山田小姐心事重重地说道：原来是为这点破事。店长了解清楚后叹了口气，便直接建议山田把身份挑明了：我就是2号收银台的山田，这样佐佐木就不用找借口去抽烟了吧。
虽然他心中的那个山田会消失，但他应该也不是那种无法接受女人另一面的男人。听到店长的开导，山田小姐反而更担心起来，连顾客来收银台结账她都没有注意到，店长只得强装笑脸替她把活干了。之前双重身份玩得有多开心，现在要告知对方时就有多不安。山田小姐的内心也备受煎熬。没过几天，佐佐木终于有了休假的日子，明天就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吧。他路过超市后门时，望着吸烟点停顿了片刻，仔细一想，还是算了吧。刚要转身离去，田山将突然一个箭步从里面冲了出来，拗不过田山将的邀请，佐佐木还是来到吸烟点坐了下去。这是在他身边抽的最后一支烟了吧？田山将犹犹豫豫地摸出烟来，脑中全是不舍，以为他只是不好意思在自己这个戒烟的人边上抽烟。佐佐木主动叼起一根后，苦笑着表示：“你抽你的，我就叼着找找感觉。”点上烟后，田山将仍是心乱如麻，佐佐木则缓缓地向他表示感谢：“谢谢你那个时候叫住了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这样子聊天了。”终于，田山将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他伸出手指堵住佐佐木的嘴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别说了，其实我……突然的铃声响起，佐佐木赶紧接起电话。听完那头的叙述，他不好意思的老脸一红。原来医院来电告知他，之前那个是误诊了，竟然把老娘耍了。田山将怒火中烧，一顿小拳拳猛捶佐佐木：“对不起，让你为我担心了。”误会解除，佐佐木连忙道歉。他摸着脑袋，发自内心的感慨道：“太好了，又可以一块抽烟了呢。”忽然，他想起刚刚那一幕，连忙询问起田山将来：“抱歉打断你了，刚才想说什么来着？能再和我说一下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短暂的沉默过后，田山将先用手中的烟给佐佐木续上火，然后微微一笑道：“算了，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今后咱俩就还是烟友喽。”作为一名勤劳的打工人，你有没有成为优秀员工的经历呢？今年的超市微笑大奖冠军热门又是自己，每次都只画饼不涨工资。山田小姐的内心已经毫无波澜，店长对此也很无奈。为了给公司做宣传，之后还有记者采访和拍摄环节等着呢。算了，早搞早结束吧。山田小姐秒切微笑脸，店长不禁吐槽道：“还真是怀念啊，实习期那个零微笑的山田。”时间回到8年前，学生时代的山田刚来超市打工，一脸面瘫的他虽然刻苦练习，但总是表情僵硬，怎么也学不会营业性的微笑。为此，经常有变态的客人投诉他。虽然当年还只是主管的店长大姐就帮他扛下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山田心里还是很过意不去的。这不，那个变态的顾客今天又在收银台发起了疯，他对着山田指指点点，破口大骂他服务态度极其不专业。还只是学生的山田也不敢还嘴，只能唯唯诺诺的连声道歉。店长大姐瞬间看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刚要上前理论，站在变态顾客后面的一个高个子男人突然发话：“你这家伙好吵啊，每次都是无理取闹，还每次都是排在我前面的时候，边上的收银台都空着呢，我看你就是想找小姑娘的麻烦吧。”在他的压迫力下，变态客人只得灰溜溜的跑了。买完东西的高个男来到店门口，悠闲的点上一支烟。山田见状，赶紧跑过去，郑重的向他鞠躬表示感谢。高个男却大度的表示这没什么，自己只是在公司里受气后有点烦躁，又见到平时明明很努力的店员被无端指责，所以擅自生气起来罢了。自己暗中的努力，除了店长外，还能有人懂？山田瞬间被感动，他梨花带雨、泪如雨下的样子，让男人也不知所措起来。一旁的路人们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明明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会被奇怪大叔找茬，给同事们带来麻烦。委屈的山田情绪崩溃，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这是你喜欢的工作吧？那就没问题了，只要记住你喜欢的初心，总有一天，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就会追赶上你的。男人笨拙开导的话语，听得眼前的少女双眼放光，不过下一秒就被香烟熏得捂住了脸。男人赶忙道歉，看着他夸张的表情，山田又噗的一声笑了出来。时间一晃，8年就过去了。当年地铁旁的小店铺也早已经改头换面成了大超市，山田小姐也已经记不清那个高个男的面容，只记得他总是穿着皱皱的衬衣，头发也乱糟糟的，喜欢买完东西后在门口抽上那么一支烟。如今门口的烟灰缸早就已经被投诉而撤掉了，从那以后就没见过他了。他现在应该还在其他地方抽着烟吧？山田小姐默默地想着。即使每天上班要面对傻叉上司，即使新来的毕业生跑路导致工作量激增，这个大叔仍然努力工作着，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治愈源泉，那就是2号收银台上山田小姐那灿烂的微笑。可是最近连着快2星期了，佐佐木每次去超市都没有见到山田小姐，怎么回事啊？生病了还是受伤了？难道是辞职了？佐佐木脑补着原因，开始心神不宁起来。等结完账走出超市，他望向夜空，小声祈祷着，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呀！你在那瞎琢磨什么呢？突然被人拍了下后背，佐佐木吓得魂都出来了，回头看去，发现是田山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意识到刚才说漏了嘴，佐佐木紧张的眼神飘忽，闪烁其词起来。算了，
去后面抽一根再拷问你吧。田山将边说边用手指在嘴边比划了一下，来到后门点上一支烟后，佐佐木不好意思地解释了刚才的事情。田山将听完哈哈一笑，其实他早就猜到了七七八八。放心吧，山田小姐只是为了升职考核，被店长安排去学习了。听到山田小姐无恙的消息，佐佐木长舒一口气，见他这一副安心下来的样子，田山将忍不住调侃道：“没有辞职啥的，高兴了吧？”趁此机会，田山将突然摸出纸笔交给佐佐木，让他帮忙写点加油之类的话语，就像是店里的标语之类的东西。这又是要干什么？佐佐木虽然搞不明白，但犹豫片刻后，还是把心里话写了出来。田山将接过纸条一看，甚是满意，他调皮的一笑道：“那我就把这个交给山田小姐喽。”什么情况？佐佐木顿时脸色大变，想抢回纸条却又怎么也抢不到。我只是个去他那里结账的大叔，这样子会给他添麻烦的。就算是真的要给他，我也应该写得正式一点才对。看着佐佐木羞愧至极的样子，田山将把纸条往他脸上一甩道：“拿出点勇气来，有我给你做保证呢。”事已至此，佐佐木也无可奈何，只能相信田山将和山田小姐的友情了吧。随后，作为交换，田山将又摸出一张纸条交给佐佐木：“要是看你的上司不爽，就打开看看吧。”不久后，山田小姐的升职考试顺利合格。你这家伙明明之前一学期就犯困来着，怎么突然来了精神？店长对此也很是疑惑，只是为了回应某人的期待而已。山田小姐打开手中的纸条，微微一笑道：“毕竟有一个迟钝的粉丝在守护着我呢。”另一边，被上司训斥过后，佐佐木垂头丧气地回到工位上。他打开田山将给的纸条，揍他丫的小人赫然出现在眼前，还真像他的风格。佐佐木不禁双手捂脸，笑出了声。自从田山将给了自己揍他丫的小纸条后，佐佐木便把它视若珍宝，每天在办公室里拿出来看看，烦躁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今天不巧，看着纸条傻笑的佐佐木，刚好被领导从背后撞见，他一时紧张，手中的纸条就被捏成了团。好不容易把纸团抚平，但也已经皱巴巴了，他只好放进月卡包里保存起来。入夜后，超市后门吸烟点上，田山将开心的和佐佐木打着招呼，并告知他山田小姐升职考核通过的好消息。佐佐木顿时喜上眉梢，但随即又不好意思的脸红起来。我只是个外人，这不是我该知道的事情吧？田山将听后哈哈一笑，别装了，你明明就很开心吧？随后他代表山田小姐感谢了佐佐木写的护身符，那种东西能有什么效果？全靠他自己的努力吧。佐佐木突然变得异常淡定。就在此时，兜中的月卡包不慎掉了出来，啪嗒落地的声音竟然让佐佐木异常惊慌。看出端倪的田山将抢先一步，嗖的一下把卡包捡了起来。被田山将看到了卡包里的纸条，佐佐木已经羞愧的满脸通红，田山将则眯起眼睛，双手把卡包举到胸前展示。这一举动让佐佐木直接社死。刚才是谁说没效果来着？没想到啊，自己却这么珍惜的带在身上。田山将一脸坏笑的看着佐佐木，所以说他对你有帮助吗？田山将单手一挥，就把卡包扔还给了佐佐木。该怎么说呢？算是有用吧。在除魔这方面，佐佐木这奇怪的回答反而让田山将有点搞不懂了。深夜，躺在床上的田山将辗转反侧，他越想越不对劲，用来除魔算哪门子的事情？直到掏出手机查询解释后，他才安心下来，把手机往床头一甩。田山将忍不住吐槽道：“原来就跟护身符是差不多的意思啊！真是个喜欢新奇用语的怪大叔。”此时他脑中不禁浮现出小纸条那皱巴巴的样子。想要一张新的话，我马上就写给你啊！抱着枕头的田山将就这样子甜甜的睡着了。被喵星人宠爱的幸福你有没有？今天佐佐木就好好过了一把撸猫瘾。拜访的客户公司里养育着一大群打工喵，有他们在，不仅改善了公司气氛，同时还能让员工们劳逸结合，提升效率。听完客户的介绍，佐佐木忽然发现有那么一只喵意外的不亲人。当他憨笑着伸出手去时，此傲娇的猫咪竟然扭头就走了。这似曾相识的长相，还有那脖子上戴的项圈，一阵莫名的既视感顿时涌上心头。当晚，佐佐木又来到了2号收银台结账。细心的山田小姐立马就发现了佐佐木身上沾满的动物毛发，难道这个呆头大叔外面有狗了？在山田小姐的关切下，佐佐木不好意思地告知了她实情。被猫咪们所宠爱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但是就有那么一只特别不喜欢我呢。佐佐木边摘着身上的猫毛边说道。那一只不仅感觉很像田山将，就连脖子上戴的项圈都一模一样呢。听到项圈2字，山田小姐那张迎宾的笑脸顿时沉了下去。佐佐木此刻还沉浸在自己的描述中，呆头呆脑的他低着头在脖子上比划了2下。原来你一直以为那个是项圈吗？面对山田小姐的提问，佐佐木一点机灵劲儿都没有。难道不是吗？他脱口而出的话语彻底让山田小姐无语了。我说佐佐木先生啊！山田小姐忽然伸出手去，把佐佐木身上粘着的猫毛一根一根的揪下来，然后一脸烦躁的说道：项圈这个东西呢，只有动物才会戴。田山将它既不是小猫咪，也不是小狗狗，所以你觉得它戴的是什么呢？佐佐木这才明白过来，
吓得他全身紧绷，站在原地是一动都不敢动。此时山田小姐手指往佐佐木胸口一戳，用冷冰冰的语气继续说道：“听好了哟，佐佐木先生，那个叫锁骨环治愈女神的科普时间。”让佐佐木涨红了脸，连声说是。几天后，超市后门吸烟点上，田山将突然指着自己脖子上的饰品，对着佐佐木明知故问起来。看着这白皙秀气的脖颈，佐佐木老脸一红，战战兢兢地答道：“我当然知道啊，那个是叫锁骨环对吧？”田山将听后双眼一眯，露出略有深意的微笑：“不错嘛，那是谁告诉你的呢？他是怎么知道的？女人的第六感了。”佐佐木虽然有些心虚，但还是决定今天嘴硬到底。我本来就知道啊。是吗？那真是厉害了呢。今天的夜晚还未降临，佐佐木的黄毛同事就准备闪人了，因为他要回去给女儿庆祝生日。同是打工人，佐佐木并不介意此事，他挥了挥手，脱口而出：“辛苦了您嘞。”黄毛同事疑惑地看着佐佐木，最近总感觉你打招呼的方式一股子辣妹味啊，你这个单身大叔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被同事这么吐槽，佐佐木心一虚，小脸瞬间涨得通红。等他加班完后来到超市后门吸烟点，田山将早就等在那里了。辛苦了您嘞。听到这熟悉的口吻，佐佐木顿时悟到了，原来自己就是在这里耳濡目染了呀。他手捂着脸，不敢直视田山将的眼睛，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见到他这种奇怪的举动，田山将一番追问后，佐佐木只得告诉他实情：“我就是说了句跟你类似的田山语罢了。”田山语是什么鬼？被沉下脸的田山将一瞪，佐佐木才明白说错话了。此时的田山将把腿往佐佐木脚上一夹，用猫咪盯着老鼠一般的眼光看向佐佐木。佐佐木额头顿时冷汗直冒，他赶紧道歉，自己并没有取笑他的意思，只是在心中把田山将那种打招呼的方式擅自称为田山语而已。那你就说说看，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田山语？面对田山将的反问，佐佐木只得实话实说，就像你有时会说辛苦了您嘞，有时又会简化成辛苦嘞、您嘞等等。田山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语气词是有那么点不寻常。虽然佐佐木说的是实话，但心里总有点不痛快。他站起身来，把烟一掐，然后用标准的语气说道：“佐佐木先生您辛苦了，小女子就先失陪了。”说罢便转身离去，留下一脸错愕的佐佐木。难道田山将自己平时都没意识到吗？第二天，面对山田小姐的询问，大野前辈表示他只是偶尔而已，还挺有趣的嘛。店长则毫不客气地表示，除了收银的时候外，山田你打招呼的方式都很别致呢。遗失公交卡的经历你有没有？今天佐佐木照常在2号收银台结账，灿烂微笑的山田小姐还额外赠送了他一张雪糕优惠券，真是太感谢了。佐佐木一脸的满足，开心的傻笑着。可惜乐极生悲，他刚走，山田小姐就发现了其意外落下的电车月票。这个冒失的大叔是在搞笑吗？山田小姐立刻脑补出佐佐木第二天在公司里迟到挨骂加班3连击的场景。算了，自己辛苦一趟吧。山田小姐跟同事打过招呼后，立马跑出超市大门。还好佐佐木哼着小曲没走多远，本想大喊一声，但又怕暴露本音露出马脚，思来想去还是追上去吧。一阵穷追猛赶下，山田小姐已经累得满头是汗，而佐佐木这个常在外跑业务的销售却仍是健步如飞。他明明只是个抽烟的大叔啊！山田小姐忍不住在心里发起了牢骚。等真的叫住佐佐木时，他已经累到直不起腰来，上气不接下气了。看见山田小姐手中举着的月票，佐佐木连忙鞠躬表示感谢。山田小姐则大口喘着粗气地说道：“只是小事一桩了。”几日后，超市后门吸烟点上，佐佐木又在田山将面前夸奖起了山田小姐，说她不仅人美心善，还特别的温柔细心。自己不过是落下了月票，山田小姐就亲自给她送过来。她那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样子，真的是太温柔、太治愈了。虽说佐佐木夸的还是自己，但这个大叔啰里啰嗦的样子，又让田山将感觉像是在夸别的女人。他吐着烟，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佐佐木难得的机灵了一次，马上就注意到了田山将的不爽，他赶紧为自顾自的说个不停道歉。田山将则微微抬头，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我还真是要感谢你呢，给我说了这么一桩稀罕的大事。佐佐木听后一愣，也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气氛顿时尴尬了起来。之后的时间，两人就坐在那里默默的抽着烟。佐佐木反思着自己刚才的多嘴，决定以后要把山田小姐的好意藏在心里。田山将则为自己那个时候竟然跑到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羞愧不已。今天烈日当空，佐佐木早已经在暴晒中大汗淋漓。那个死秃子上司不仅大夏天的不喜欢开空调，还把自己从办公室中赶出去跑业务，只会画饼，工资却从来不涨1分，早晚被这个傻叉害死。走在闷热的大街上，佐佐木感慨万分，自己这个颓废中年早就过了打鸡血的年纪，现在的他只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摸鱼。入夜后，来到熟悉的超市后门吸烟点，田山将一边泡脚一边抽烟的清凉样子赫然映入眼帘。辛苦了您嘞！听到这熟悉的招呼声，佐佐木为之一振，
到底还是年轻人会享受啊！如此新颖的抽烟方式，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田山将则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刚才店长大姐还跟自己一起泡来着，只要把活干完了，这些小事店长大姐都是支持的，是不是很羡慕呀？听到田山将的调侃，再一想起自己那个傻叉上司，佐佐木顿时泪目，叹了口气，坐下去后，他忍不住向田山将诉起苦来。原来如此啊！联想到最近见到他时，都是一副汗流浃背的样子，田山将不禁心疼起来。他脑筋一转，一个鬼点子又浮上心头，来，把鞋子脱了吧。大叔听到田山将的意外邀请，佐佐木微微一愣，随即用余光偷偷瞥了一眼过去，浸没在冰凉清水中的双足，细腻如同白玉，鲜红色的美甲宛若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宝石，这感性而又神秘的气息，佐佐木哪受得了？一起泡什么的，不太好吧？他老脸一红，连忙扭过头去，来吧，我用水管给你凉快一下。几乎同一时间，田山将脱口而出，场面瞬间凝固。佐佐木赶紧点上一根烟来掩饰尴尬，不能如您所愿，还真是抱歉啊。田山将吐着烟冷笑着吐槽道。佐佐木赶紧道歉，随后在田山将的指挥下，麻溜的把鞋袜脱去，被自来水这么一浇，一股透心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看着佐佐木一阵颤抖的样子，田山将哈哈一笑，这才是大叔该有的反应吗？全身宛如被包裹在清凉之中，就像撕去了重重麻烦的束缚，感觉自由自在。佐佐木沉浸其中的时候，突然就被水滋了一脸，抬头看去，正是田山将使得坏，对不住了，大叔，我故意的哦。亮丽的面庞上洋溢着青春的灵动，此刻田山将整个人仿佛在阳光下绽放的花蕾，我早就等着这一刻了，要是你来的话，就用这把小水枪滋你一脸。看着活力四射的田山将，佐佐木不禁发出感叹，年轻人真是要演啊。你知道最环保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吗？今天山田小姐就和同事们聊起了鬼故事，据说呀，一个人在后门吸烟，就会听到鬼敲门的哒哒声哦。那个送菜来的小田，最近好像就因为这个不抽烟了呢。大家吃着零食，你一言我一语。山田小姐听后强装淡定，我觉得还是系统里输错价格更可怕呢。她的吐槽引来了大伙的一阵爆笑，真不愧是高冷的山田小姐，无所畏惧呢。虽然被大伙夸奖着，但山田小姐的心里其实还是有那么点害怕的。今晚那个人他会来吗？另一边，佐佐木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工作，疲惫的他走出车站的那一刻，啤酒、烤串和香烟，治愈女神的微笑，田山将的毒舌吐槽占据了他整个大脑，就顺路去趟超市吧。没想到的是，不仅结账的时候没见到山田小姐，就连田山将也没有出现在后门吸烟点。今天不是幸运日呢？刚转身准备离去，早就埋伏起来的田山将突然从背后冒了出来，他呼的一口气吹在佐佐木脖梗处，吓得他差点灵魂出窍，猛地一扭头看过去，发现原来是田山将。佐佐木一下子不慌了，打过招呼后就准备坐下去抽上那么一支烟。据说在这里会出现那个哦。田山将点着打火机，一脸阴森的说道，你是说会有妖怪出来吗？佐佐木此时却十分淡定，平时总是一惊一乍的他，这次竟然丝毫不惧。田山将脑子一转，准备再试一次，他突然手一挥指向门口，哇塞，是野生的短袖私服山田小姐耶？不会吧？这次佐佐木立马慌了神，这个呆头呆脑的大叔真是奇怪，恐怖的妖怪出没他丝毫不惧，山田小姐都没有出现，他却已经惊慌失措起来。你不怕鬼神之说吗？田山将好奇地询问道。老实说呀，我每天跟活人打交道，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哪有心思怕鬼神啊？佐佐木一脸苦笑着说道。本以为会把这个大叔吓个半死，没想到他竟然是个无神论者，真没意思。田山将歪着脑袋，一脸的无奈，难不成你是怕鬼吗？佐佐木突然的反问让田山将心中一凛，但他那种恐惧的眼神只存在了半秒钟，就立刻转过头去，紧盯着佐佐木站起身来，强大的气场瞬间压迫力满满。我像那种怕鬼的人吗？被田山将这么一瞪，佐佐木立马挠着脑袋求饶。但是刚才谈起鬼怪时，田山将那种不自觉出现的飘忽眼神错不了。温柔的佐佐木并不想拆穿他，他赶紧露出一脸傻笑的样子，想把话题扯开去。突然墙后一声异响传来，持续的哒哒声让人瞬间毛骨悚然。你就待在这里，我过去看看咋回事。佐佐木说罢就往墙边走去。害怕的田山将哪敢自己待着，他丢掉手中的香烟，刚要疾步追赶上去时，又是一声异响传来，吓得田山将一头撞在了佐佐木的后背上，刚要扭头道歉，没想到田山将却伸手一抓，他紧紧揪住佐佐木的衣服不愿放手。察觉到背后家人那微微颤抖的身躯，佐佐木赶紧伸手护住他。没事的田山将，你看，只是只大狗狗啊。是从哪里跑来的狗狗吗？正在疑惑的时候，店长突然从背后推门而出，可把两人吓了一跳。他们这奇怪的模样立刻引起了店长的注意，有瓜却吃不到，他顿时懊恼不已。一番解释后才得知，狗狗是店长帮客人寄养的，名叫大五郎。随后店长牵着他准备去遛弯，临走前还不忘叮嘱田山将，
下次一定要把瓜说给自己听。吃瓜的乐趣店长是懂的。两人尴尬的挥手向其告别后，佐佐木也准备回去了。他把烟一掐，扭头为刚才撞到田山将一事再次表示歉意。明明心里清楚的很，却还在那里装绅士。看着佐佐木离去的背影，田山将不服气的挠了挠头。难道今天就要这样子败给这家伙了吗？你这个大笨蛋！他突然大喊一声，终于找回了场子，把佐佐木吓了一跳。次日，在店里看到这只可爱的大狗狗，同事们都很好奇，它叫佐佐木哦。山田小姐突然一眯眼的笑道：“真乖呀，佐佐木君握个手吧。”大伙围着狗狗开心的玩闹起来，最终还是靠店长出面才制止了这一番闹剧。一个人在寂静的深夜看恐怖片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今天趁佐佐木还没来，田山将独自一人在吸烟点补习恐怖故事，明明害怕的要死，却又忍不住想看几眼。人类还真是奇特的生物，田山将自我吐槽着。突然，店长驾到：“就是你这家伙，在后门大声的外放恐怖电影了，从早到晚忙碌了一天。”此时店长只想赶紧回家睡个好觉。田山将见状连忙向他招手，邀请店长陪他一起看。你不是不喜欢恐怖的东西吗？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看呢？店长不解地问道。原来田山将是好胜心作怪，怎么能输给那个迟钝的大叔啊？他回忆起前天佐佐木的态度，不爽地说道。这奇葩的理由让店长无语，那个大叔也太难了。店长不禁可怜起佐佐木来，随后他做了总结。所以说呀，你这个别扭的家伙，因为只有自己会害怕，所以在他面前感到羞耻了吗？被店长一语道破，田山将傲娇的扭过头去，不要过分解读啊，你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店长则一时心软，决定陪他抽一支烟，抽完就回去了。看到店长愿意留下，田山将立马变脸，露出谄媚的笑容，夸赞起来：“店长大人最棒了，人美心善还多金，最喜欢你了呢。”等店长刚一坐下，田山将立马紧贴了上去，还伸出手来挽住了对方的胳膊。我说你这家伙呀，真的有志气克服恐惧吗？店长忍不住吐槽起来。田山将虽然口中连声说是，但看着手机的双眼却害怕的眯成了一条缝，还时不时的把香烟吐在屏幕上遮挡恐怖的画面。这家伙没救了，像你这个样子是不可能胜过那个大叔的。店长煎熬着抽完一支烟后，就准备起身离去。看到店长要走，害怕的田山将赶紧拉住他的袖子，但店长可不惯着他，猛地一甩胳膊后，大声说道：“像你这种既不坦诚又胆子小的家伙，何必要证明什么？捉弄那个大叔就得了。”看到店长真的生气了，田山将赶紧道歉。随后因为店里突发状况，店长就被叫过去处理了，留下孤单一人的田山将抽着闷烟，也没有了刷片练胆的心情。突然，佐佐木的身影出现在眼前，他立马躲起来，大喊一声，可把佐佐木吓了一跳。随后田山将就得意地探出头来，见此时的佐佐木还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调皮地问道：“难道这就吓着你了？”老实巴交的佐佐木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承认了下来，确实是个跟自己不一样的坦诚的男人呢。上下打量佐佐木一番后，田山将终于觉得念头通达了，他狡黠一笑，就拉着还没搞懂状况的佐佐木去后门抽一支了。什么是你记忆中秋天的味道？今天佐佐木刚进超市，就有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顺着味道望去，原来是秋季限定美食烤红薯。小时候一听到叫卖声就会跑出去呢，这怀念的感觉让佐佐木立马决定买上一份。此时神出鬼没的店长突然出现在背后，把佐佐木吓了一跳。原来烤红薯只剩最后一份了，店长本想给他贴上打折标签，太棒了！就在佐佐木为自己的好运欣喜的时候，店长大手一挥：“既然你本来就准备买了，那我就不用打折了吧。”等结完账来到后门吸烟点时，田山将早已经等在那里了。得知店长竟然没打折，就把最后一份烤红薯卖出去后，田山将不禁吐槽他真是会做生意，难怪他是店长啊。佐佐木则只能尬笑着回应，烤红薯那独有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就连田山将也忍不住想来上那么一口。佐佐木麻利的一掰，当场就把红薯一分为二，焦香的外皮里面是软糯香甜的内心，那诱人的味道让人觉得再等一秒都是对美食的亵渎。但此时田山将手中的烟还未抽完，佐佐木注意到后，本想等他抽完再给他，没想到田山将丝毫不在意，接过烤红薯后，对着热气腾腾的美味，大口一张就直接咬了下去。豪爽的吃相让佐佐木瞬间一愣。此时田山将的眼中仿佛只有手中的美味，他大口咀嚼，享受着食物进入嘴中的快感，不时还会俏皮地伸出舌头舔舐一下嘴唇上的残渣。没过多久，半个烤红薯就被他风卷残云般的一扫而空。再吸上一口烟，那份满足感从嘴唇传来，弥漫整个身体，宛如所有烦恼和疲惫一扫而空。多谢款待了。田山将吐着烟表示感谢，他这压迫力中又带点俏皮的吃相，看呆了佐佐木。要不你把我那份也吃了吧？佐佐木说着就把红薯递了过去。那你不就没有了？田山将不解地问道。佐佐木立马笑着回答，不知为何看到你的吃相就觉得很感动了，所以就想再让你吃一点。你就那么想看我吃东西的样子吗？
田山将顺手接过红薯袋子后，瞥了一眼佐佐木，然后假装生气的说道：“你这个色狼，大色狼，色狼佐佐木，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呀！”佐佐木立马否认3连：“我可要开吃了，不许再看了。”田山将说着就伸手挡住了自己的脸，留下仍是一脸错愕的佐佐木，无奈的答道：“好吧，就算再细心的人，也有弄丢心爱之物的时候。至于能否找到，那更是一种薛定谔的状态。这不，今天下班的时候，山田小姐像往常一样换上了便装，最近都没有见到佐佐木呢，难道又被那个黑心企业坑着连班了？”刚这么想的时候，突然感觉裤子上的口袋空空如也。山田小姐立马意识到糟了，那个她很喜欢的烟灰盒不见了。她急忙寻找起来，打开垃圾桶看一看，钻进卫生间瞧一瞧，甚至连自动售货机底下都翻了一遍。看到她这异常的举动，店长忍不住吐槽道：“山田啊，难道光靠工资你已经活不下去了吗？”此时的山田毫无斗嘴的心情，他赶紧询问店长有没有见过那个烟灰盒，就是圆圆的蓝色的那个，上面印着小狗和骨头的图案。山田慌张的连说带比划：“就是佐佐木送你那个礼物吧？那么喜欢就保管好啊，反正我是没看到呢。”听到店长说着风凉话，山田那是更烦躁了，刚摸出烟来想抽上一支，就又被店长吐槽：“没有烟灰盒的人是不配抽烟的。”看到山田这一副郁闷的样子，乐子人店长终于满足了，随后他便指导山田去店门口找找，今天在那里忙过，说不定就掉难了。话还没说完，山田就嗖的一下不见了踪影。另一边，佐佐木拼死拼活的忙了1礼拜，终于完结了手上的项目，希望今天山田小姐能在收银台呀。等他走到超市门口时，赫然发现自己的治愈女神竟然就在那里忙碌着什么。意外的情况让佐佐木一阵纠结，上前去打招呼吧，怕影响对方工作；不去吧，又觉得不礼貌。镇定点啊，佐佐木！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默念道：“切记要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在此时，山田小姐经过一番摸索后，终于在失物招领箱下触碰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这个感觉应该没错了。她刚取出，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就听到了佐佐木在背后向自己打招呼。一惊之下，手里的东西也随之掉落。糟糕！要是以山田的身份被他看到的话，不就暴露了？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山田小姐慌张的伸手抓去，没想到那个东西在地上滴溜溜的一转，竟然是个玩具陀螺。还好虚惊一场。等佐佐木顺手捡起陀螺后，一旁的小孩脱口而出：“那不是我的爆裂丸吗？快还给我！”大叔，没礼貌的小孩就需要一顿胖揍。原来此子是前泽主管的娃。互相打过招呼后，前泽突然眼睛一亮，指着佐佐木笑道：“是你啊，你不就是我们家小山田的第28号粉丝吗？”不等佐佐木的尴尬劲儿过去，前泽又催着他那调皮的儿子向佐佐木表示感谢。佐佐木连忙摆手示意不用了，帮你找到玩具的可是这位姐姐哦。山田小姐只得硬憋出一个微笑，费了老大的劲，还差点暴露身份，结果只找到了个小屁孩的玩具。算了，总能找到的吧。山田小姐只能这样自我安慰道，已经掘地3尺，却还是找不到丢失物的痛苦，懂得都懂。2天后，超市后门吸烟点上，田山将正垂头丧气地抽着闷烟，店里已经前前后后翻了好几遍了，可还是没找到丢失的烟灰盒，到底哪里去了？田山将完全没有头绪。就在他沮丧至极的时候，大五郎突然甩着尾巴，摇头晃脑地跑了过来。你怎么又来瞎晃悠了？摸着他的狗头，田山将不禁向他诉起苦来。那个可爱样式的烟灰盒，对大叔来说是需要提起勇气才能买的东西。明明都说过不用了，却还是给我买了礼物。只要在他面前拿出来用的话，就会露出一脸安心的样子。我应该向他道歉呢。这个孤单的夜晚，可爱的大五郎独自承受了所有。看着大五郎憨厚的样子，田山将自嘲般的一笑，跟狗狗你说这个也没用啊，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听我诉苦了。他站起身来，把烟一掐，挥手向大五郎告别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镜头一转，一个紧张兮兮的男人出现在大五郎身旁，正是躲在墙后的佐佐木。他捂着嘴巴，大气也不敢喘一下，直到田山将走远，才敢深吸第一口气。还好大五郎刚才没有乱叫啊，但是这个样子的话，自己不就成了偷听犯了？回想起刚才见到的一幕，田山将竟然如此的消沉。原本因为他珍惜礼物而感到高兴的佐佐木，此刻也自责起来。他扭头看向大五郎说道：“我们就去周围散散步吧。”第二天，山田小姐虽然精神萎靡，但还是强装笑脸的面对前来结账的佐佐木。下次他来后门的时候就跟他道歉吧。山田小姐在心里默默想着的时候，佐佐木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蓝色烟灰盒。他表示只是在排水沟里意外发现的，希望山田小姐能帮忙转交给田山将。惊喜交加的山田小姐激动的一把抓住佐佐木的手，原来掉在那种地方啊！露出欣慰表情的同时，他忽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鸟切笑脸尴尬的解释道：“因为我也帮他一起找了，所以才……”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佐佐木早已石化，因为被山田小姐握了手，他瞬间就成了丢魂的状态。在山田小姐的关切声中惊醒过来后，佐佐木顿时老脸一红，他匆忙道歉，然后转身就溜了。
看着佐佐木因为过度紧张而僵硬的背影，山田小姐忽然发现了他袖口背面的污渍，只是碰巧捡到，衣服就会弄脏成这样吗？拎起烟灰盒看了看后，山田小姐微微一笑：“谢谢你哦，偷听犯佐佐木先生，原来他早就知道啊。”另一边，看着浑身泥点子的大五郎，一脸自豪的样子，店长无奈的吐槽道：“怎么会弄得这么脏啊？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找回烟灰盒的事件中，大五郎立了头功。佐佐木为了犒劳他，在公司虚心求教养犬的同事，到底哪一种狗粮比较适合？你这个单身狗终于忍不住寂寞，想找个同伴了吗？同事铃木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佐佐木赶紧解释一番：像我这种既没有温暖的家庭，又要很晚才能回家，甚至连假期都没有的家伙，连狗都会嫌弃吧？这悲伤的自嘲不禁让同事泪目。随后，佐佐木便把同事告知的狗粮牌子仔细地写在了笔记上。看他这一脸认真的样子，损友铃木忍不住吐槽道：“虽然你是只悲哀的单身狗，但总归还是人类，可别去偷吃狗粮啊！”入夜，在超市买了推荐狗粮后，佐佐木向着后门走去。这么多应该够大五郎吃一阵了吧？等来到吸烟点，看到大五郎躲在墙后，露在外面的尾巴正兴奋地摇摆着，佐佐木立马热情地迎了上去：“上次多亏你帮我一起找啊！”他蹲下身，满面笑容地向大五郎表示感谢：“不用谢哦，王。”突然扭过头来的大五郎一脸憨厚地看着佐佐木，这是成精了还是幻听了？佐佐木张大了嘴巴，愣在原地，这样子都能把他骗到吗？此时，坐在狗狗背后的田山将朝着呆若木鸡的佐佐木挥手示意，眼神中不禁流露出怜悯之色。佐佐木这才回过神来，他不好意思地向田山将道歉，没想到田山将直奔重点：“所以你是特地过来找大五郎的吗？”心虚的佐佐木顿时紧张万分。田山将只是从山田小姐那里得知是我碰巧捡到烟灰盒的，那么我是偷听后跟大五郎一起去找的事情，应该还没有暴露才对。那么尴尬的事情该怎么蒙混过去呢？此刻佐佐木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你别在那里愣着了呀，不就是你找到的烟灰盒？给我速速从实交代了，不然老娘怎么给你谢礼呢？看着这个呆瓜大叔，田山将虽然表面镇定，但心里已经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两人无语了片刻后，佐佐木率先笑脸相迎的拿出狗粮：“我只是来给大五郎带点礼物呢。”田山将听后冷哼一声：“什么时候你们的关系这么好了呢？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吗？”一人一狗顿时冷汗直冒：“哪有啊，只是经常被同事吐槽是单身狗，所以和大五郎有种莫名的亲近感吧。”佐佐木蹲下身，一边摸着狗头一边说道：“竟敢用这种鬼话忽悠老娘！”田山将突然伸手一摸佐佐木的脑袋，犀利的双眼向着他微微一瞟，露出一副仿佛已经看透一切的神态，让他面前的人和狗顿时不寒而栗，一动都不敢动。随后田山将掏出烟灰盒，在佐佐木面前晃了一晃：“我听说呀，这个是你碰巧找到的，所以呢，还是要谢谢你了。”此时佐佐木才反应过来，刚才那记摸头杀有问题吧？我跟大五郎可不一样啊。对单身狗来说，照顾和家人走丢的小屁孩，那简直就是世间最头痛的事情。今天佐佐木在超市里就遇到了，难道工作顺利提早下班就要受到这样子的天罚吗？面对这个嚎啕大哭的小女孩，佐佐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周围正好无人，他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只得蹲下身来轻声问道：“小姑娘，我带你去前台找店员吧。”不想却引来了小女孩更猛烈的哭喊：“不要啊，好可怕，我要妈妈！”字字诛心，佐佐木顿感无力，有没有人也能来拯救一下我呀？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背后：“佐佐木先生，你这个人运气是真的有点背啊！”看到哭哭的田山将前来救场，佐佐木激动的眼泪都要流了出来，立马告知了他事情的原委。原来如此，不就是走丢了吗？老娘分分钟就给搞定了。田山将同样蹲下身去，开始耐心的安抚小女孩的情绪：“没事的，很快就能见到妈妈了，我们一起去妈妈可能在的地方找找看吧。”他话音刚落，小姑娘的眼眶顿时又变得通红，鼻涕和眼泪瞬间交织成一片。不会吧？佐佐木的心扑通一下直坠谷底，下一秒，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声就响彻天际。这个姐姐好可怕呀！她嚎啕大哭，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落。佐佐木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汗如雨下。看到同样快要炸毛的田山将，他顿感不妙，刚要开口打圆场，前泽主管突然大笑着华丽登场。他快步上前，直接一把抱起这个大哭崩溃的娃来。到底是当妈的人，小女孩瞬间就被驯服，变得乖巧可爱起来。主管哄娃抱走的动作一气呵成，只留下佐佐木和田山将愣在原地。次日，超市后门吸烟点上，佐佐木又开始自说自话起来。他大声夸奖着前泽主管真会带娃，丝毫没有注意到田山将此时已经很不耐烦了。果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佐佐木最后的一句话彻底点燃了田山将的胜负欲，他立马站起身来，指着佐佐木的鼻子说道：“我可还没有拿出真本事呢，要是我用佐佐木先生最喜欢的山田微笑的话，就算是小屁孩都会神魂颠倒呢。”可惜以上皆是田山将的脑补，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让对面的佐佐木搞不清楚状况了，真是一点都不懂别人的感受。你这个大笨蛋炖木头！田山将看着佐佐木气不打一处来，
但他又不能暴露身份来自证实力，只得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看到田山将手指指向了一旁，佐佐木立马扭头看去，随后田山将又朝着天上一指，佐佐木也像提线木偶般瞬间抬起头来。看到佐佐木这蠢萌蠢萌的样子，田山将再也生气不起来了。他歪头看着眼前的男人，笑眯眯地说道：“像你这样子的大叔，到底哪里可怕了呢？”其实此时佐佐木的心里也很纳闷，像田山将这样酷酷的女孩子，到底是哪里让小孩子觉得可怕了呢？秋季的台风总是来得那么突然。今天悲哀的社畜佐佐木照常工作到了半夜才得以下班，穿过暴雨来到门口后才发现，这种鬼天气下超市早就歇业了，跟我们家那种黑心企业截然不同呢。佐佐木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起来。突然一声异响从背靠着的玻璃门后传来，猕猴啊！听到这熟悉的招呼声，佐佐木才看清是田山将。原来他是要等店长忙完工作后搭顺风车回家，所以现在正闲得发慌，想要来支烟吗？从门缝中探出头来的田山将俏皮地说道。在他的圣邀下，两人顺理成章的又来到了后门吸烟点。第一次看到佐佐木放下头发，田山将立刻表现得饶有兴致。今天的佐佐木先生很有趣呢。他双手托着下巴，笑嘻嘻地盯着佐佐木微红的脸蛋看了又看，搞不懂年轻人的笑点。佐佐木就想点根烟来缓解下尴尬，一摸衬衣口袋就觉大事不妙，整一包烟早就湿透了，光顾着保护包里的文件，却忘了这一茬。你还真是社畜典范啊！田山将一边吐槽，一边拿出自己的烟来，就给可怜人一点小小的帮助吧。他伸手递过烟去，仗义的举动让佐佐木感动到流泪。突然，田山将俏皮一笑，难道说你更想要这根吗？说着便把烟嘴朝向佐佐木晃了一晃，吓得佐佐木赶紧抽出一根烟来，麻溜的放入嘴中，然后一声不吭的低下头点上火，味道意外的有点重。原来他喜欢这样子的呀。佐佐木吐着烟一抬头，赫然发现田山将正注视着自己，伴随着外面狂风暴雨的声音，气氛顿时又尴尬起来。咋的了？被田山将一瞪，佐佐木赶紧解释起来，因为突然改成了面对面坐的模式，所以让他倍感压力，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都是老熟人了，怎么还放不开呢？田山将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起来。既然这样，那就来个命题聊天吧，题目就是为什么会开始抽烟之类的，一上来就是送命题。佐佐木顿时冷汗直冒，在田山将的催促下，他开始一点点的挤牙膏。我开始抽烟的原因吗？总之很无聊的啦。佐佐木右手拿毛巾擦汗，左手则不停的抖挥掩饰尴尬。没事的，就算无聊我也想听听看。田山将步步紧逼，佐佐木无奈之下只好跳着总结，就是有人让我抽了一口，然后就这么持续下来了。谁让你抽的？老实交代了。田山将犀利的眼神一瞥，佐佐木自知在劫难逃，他捂着嘴巴，眼神飘忽的表示，在上大学的时候被交往的女生逼着抽了几口，然后就这种佐佐木风格的答案让田山将瞬间笑出了声。你果然喜欢这样子的吗？他一边调侃，一边又把自己的烟嘴朝向了佐佐木。佐佐木立马举起双手拒绝。好了，大叔的无聊故事讲完了，那么你又是为了什么而开始抽烟的呢？一句话让田山将的思绪瞬间回到了8年前。他淡淡的表示，只不过有样学样罢了。那些年有个顾客经常在店门口抽烟，是个头发乱糟糟的上班族。在自己搞砸工作准备辞职的时候，是那个人点醒了我。他抽烟的样子在我20岁前都还记在脑中，然后不知不觉间就抽起来了。听完田山将的故事，佐佐木忍不住开口道，这可不是什么不知不觉啊，你是因为憧憬那个人吧？他刚说出口，就自觉有些不妥，不好意思的挠起头来，自己的感情原来是这样子的吗？一语点醒梦中人。看着眼前这个头发乱糟糟的男人，田山将忽然有种既视感。突然一阵狂风吹过，佐佐木背靠着的隔断幕墙啪的一声倒了下来，一阵手忙脚乱后，还好虚惊一场，两人几乎同时站起身来把幕墙扶稳了。佐佐木刚松了口气，就感觉手掌中传来丝丝暖意，扭头看去，发现田山将正若有所思地盯着自己。他赶紧松开手后跳到了一旁，口中连声道歉，要是你觉得恶心的话，完全可以去洗一洗。边说边又习惯性地用右手捂住了嘴巴。下一秒他又忽然意识到什么的，把手从嘴边松开，整张脸也随之涨得通红。我是没事了，反倒是你没受伤吧？田山将一脸淡定地看着佐佐木演独角戏，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他嫣然一笑，真的是这样吗？此刻尴尬至极的佐佐木立马借口雨已经小了点，就溜之大吉了。等佐佐木回到自己的公寓，他坐在地板上边抽烟边回忆着刚才那一幕。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多嘴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憧憬着对方都不自知的话，那也太让人遗憾了。佐佐木觉得对一个人憧憬的感情可以让人从中激发出前进的动力，因为他自己就是如此，所以才更希望田山将能有所察觉。不过自己刚才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大叔爱说教的毛病是暴露无遗啊。想到这一点，又让佐佐木瞬间觉得羞愧万分。另一边，同样回到公寓里的田山将正靠在阳台栏杆上抽着烟，迷茫的夜色下，
他看着左手若有所思，那份若有若无的情感，今天竟然被那个迟钝的大叔点破了。望着静寂的夜空，他思绪万千，但片刻之后，就又闭上眼睛，会心一笑。此时，台风过境后的夜空是那么的清澈迷人，让人豁然开朗。田山将喃喃自语道：“还好刚才没说出口，那个人貌似跟大叔有点像呢。小误会不解释清楚，往往就会酿成大危机。今天又是1年1度的聚餐环节，店长带着大伙在小酒屋内开怀畅饮，好不热闹。”自从上次被佐佐木点醒后，山田小姐抽烟的感觉就格外的香甜，连同事们都不约而同的察觉到了异样，觉得她最近吸烟时魅力大增，都怪我的某位粉丝啦。山田小姐不经意的一句话，瞬间燃起了大家吃瓜的心，你一言我一语的八卦起来。很少有客人能得到小山田的认可呢，干得不错嘛。那个已婚大叔前泽主管酒过3巡后，突然大笑着说道。听到已婚者3个字，山田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他立马起身质问主管，到底是喝高了胡说八道，还是真有什么证据？这下子主管只得把所见细细道来。在山田小姐休假的某天，28号粉丝和一位美女一起来结过账。主管意外的发现，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婚戒，家内有娇妻，家外还有小山田。这个大叔可真行啊！主管说着说着又大笑起来。这下子山田也无话可说，店长赶紧出面打圆场。山田嘴上说着无所谓，但细看下已经露出一副要吃人的表情。我对客人的隐私没有半点兴趣，像他那种年纪的大叔，就算结过1、2次婚都不奇怪吗？看到山田这个样子，店长反而更担心了。酒会后的几天里，虽然山田小姐表面上就跟往常一样，每天都笑脸迎客，但熟悉她的店长已经察觉到了隐患。山田就是那种越不爽越会隐藏的类型啊。此刻，山田小姐也却如店长预料的那样，内心极度烦躁着。这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她越是这么想，就越会牢记佐佐木已婚的事实，在家里养着美若天仙的老婆，在外面还跟女孩子一起抽烟谈笑。大叔的生活真是乐无边啊！主管嘲讽的声音不断回响在山田的脑中，不禁让他咬牙切齿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佐佐木提着购物篮出现在2号收银台，店长赶紧捂住前泽的嘴巴，拉他躲到一旁看戏。山田犹豫片刻后，还是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趁佐佐木摸出钱包时，他仔细观察着他的手指，今天上面却空无一物，有时戴着，有时又不戴啊。山田不禁喃喃自语起来。佐佐木听到后先是一愣，不明白所以的他询问后才得知，山田小姐是在说她左手没带东西，是指那个呀。佐佐木不好意思的挠着脑袋表示，因为是很重要的东西，自己害怕弄丢，所以不怎么带呢。这诚实的回答给了山田当头一棒。佐佐木此时全然不知自己已经埋了坑，他还沉浸在和治愈女神多聊了几句话的喜悦之中。但山田小姐已经不想再搭理他了，赶紧用标志性的微笑把佐佐木送走后，看着他的背影，山田小姐感觉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这家伙并没有想隐瞒的意思，那就是说之前只是因为从来没问过，所以没说是吧？此刻在山田的心里已经给佐佐木判了死刑，这家伙从此与我无关，与我无关。他不住的在心里默念着。误会的种子一旦埋下，那就意味着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总要有一个人出丑的。今天佐佐木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埋雷了。由于上次多管闲事的对着年轻人说教，外加不小心碰了对方的尴尬，佐佐木已经好多天没去后门吸烟点了。终于忙完了手中的项目，下班后，他久违的想去跟田山酱抽上一支。刚走到超市后门口，心里又变得不安起来。之前自己大言不惭的揣测对方的心思，田山酱他不会还在生气吧？小心翼翼的往里面看了看，正好发现了田山酱的背影。好久不见啊！佐佐木刚开口打招呼，田山酱就嗖的一下躲到了墙后。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真的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气了？佐佐木赶紧追到墙边说道：“我有事情想要对你道歉呢。”道歉？是向我吗？田山酱背对着佐佐木沉思片刻后，忽然又嗖的一下躲到了墙的另一边。你要道歉的话，我可以理解为你一直都抱有负罪感喽。田山酱仍是背靠着墙，不敢直视佐佐木。当然是的啦。佐佐木再次追到墙边，鸡同鸭讲。我心里一直都很担心这件事，你不需要这样子的。田山酱断然拒绝的话语让佐佐木大惊失色。如果你道歉了的话，就真成了坏蛋了。别老在这里晃荡了，赶紧回家去吧，毕竟你夫人在家里等着呢。默默听完田山酱的诉说后，佐佐木虽然不明白所以然，但该解释的还是要解释清楚。他指着自己无辜的说道：“哪来的夫人？我还是单身啊！但是你不是带着婚戒和女人一起来购物过吗？”此时田山酱终于鼓足勇气看向佐佐木：“什么婚戒？什么女人？”佐佐木一头雾水，下一秒他突然想起什么，那个人是我妹妹了，戒指也是她的。前些天她从老家来看我，因为买了新戒指，所以拿出这个旧戒指跟我闹着玩呢。佐佐木赶紧把前因后果都解释了一遍，但田山酱还是不放心，接着询问佐佐木，他跟山田小姐提到过的重要的东西又是怎么一回事？佐佐木赶紧把手上的表摘下来，
因为是工作上的前辈送的礼物，所以自己很珍惜。这算怎么一回事啊？听完了佐佐木的解释，田山将默默地低下了头，意识到全部都是自己的误会。他瞬间连耳根都涨得通红，赶紧抬起手中烟放到嘴边掩饰一下刚才田山将种种异常的举动。原来是因为这样。佐佐木明白过来后，终于忍不住的笑出了声。为了我和我那个不存在的老婆，所以你才……佐佐木笑个不停的样子，让田山将瞬间炸毛。他一扭头，快步向里走去，意识到自己笑得有些过了。佐佐木闭起嘴巴，凑到墙边准备再次道歉。突然，田山将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往里一拽：“赶紧的，过来抽一根吧。”次日，得知28号粉丝不是已婚者后，前泽主管也是一脸懵逼，以后别瞎传这种虚假消息了。山田小姐得意的笑着，主管连忙道歉，但山田听后却把头一扭，傲娇的表示这跟自己毫无关系。这下子变成主管不乐意了，他举手比划了下抽烟的姿势，立马就拆穿了山田小姐伪装成田山将和佐佐木在后门一起偷偷抽烟的事情，这让山田尴尬万分。他看向唯一知道真相的店长，但店长却甩手表示自己从没有透露过分毫。在大城市打拼的你，还记得自己老家的方言吗？解除了佐佐木已婚的误会后，山田小姐那是莫名的高兴。工作之余，她见谁逮谁，然后就神秘兮兮的告诉对方，自己第28号粉丝还是单身的小秘密。家人们谁懂啊？说实话，这事儿除了小山田以外，我们谁会在乎呢？大野小姐忍不住在心中吐槽。此时的山田却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还有，他的老家好像是在三重县哟。看着山田一脸兴奋的样子，大野小姐只能尬在原地，脚趾头都要抠出两室一厅了。说到三重县啊，那里的方言很有名呢。前泽主管突然拿着便当出现，他主动加入闲聊，让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的大野小姐有了喘息的机会。总是乐呵呵的前泽主管笑着表示，自己认识的友人中就有那里的人，他们的方言中会带一点关西腔，偶尔听到就觉得很可爱呢。呵呵，这样子啊。山田突然得意地哼出了声，他弯起眉毛，露出一脸满足的微笑，把对面的两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当晚，后门吸烟点上，田山将一见到佐佐木过来，就坏笑着说道：“辛苦了您嘞，来几句家乡话听听呗。”因为田山将的语速极快，佐佐木听得一脸懵。我是说呀，来几句你老家的方言，让我听听看呗。田山将连珠炮齐发：“你妹妹是从老家过来了吧？”佐佐木老实答道：“是的说，你是三重县人吧？”当然是的说，这口音不是很有趣吗？赶紧的，来一句完整的听听看啊！田山将边说边摊手，做出您请的姿势，让自己这个大老爷们突然改口说方言。佐佐木着实不好意思，他点上烟，缓了口气后，就先向田山将打好预防针，希望他不要笑话自己。田山将自然满口答应。随后佐佐木酝酿了半天，却还是憋不出一句话来。越是故意想说方言，就越是说不出来啊！佐佐木挠了挠头，害羞的表示，因为自己离开老家已经几十年了，所以口音上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没能让您满意，真是抱歉了。看到佐佐木羞涩的样子，田山将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笑出了声。但刚才自己承诺在先，他只得立刻脱下外套盖在了头上。你笑啥子的说？田山将这欲盖弥彰的样子，让佐佐木更害羞了。明明说好了不笑的呀！他涨红了脸，愤愤不平道：“我没笑，真的没笑了。”田山将蒙着头自我暗示后，竟然真的强忍住了笑声。随后他微微探出头来，一脸无辜的说道：“我可没有嘲笑你哦，只是因为你家乡的方言真的是很可爱的说。”看到他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佐佐木怎么生气的起来呢？只得改口说道：“我家的方言可不只是在结尾加上的说两字就够了呀。俗话说得好，睡醒一支烟，快乐似神仙。”今天佐佐木照常来到超市后门吸烟点。入冬后的夜晚，气温已经接近0度，即使有田山将作陪，自己还穿着厚外套，佐佐木仍旧觉得冰冷刺骨。他鼻子一酸，忍不住的连打了几个喷嚏。人到中年，体力是大不如前，佐佐木不禁感慨自己以前很少会感冒的，但现在一点点寒冷的刺激就容易不停的打喷嚏。大叔你啊，每天都在外跑业务，风吹雨淋的，更何况经常大半夜的坐在这冻死人的地方抽烟，会感冒那不是应该的吗？田山将翘着二郎腿表示理解，说的也对，不过嘛，最近我会在一大早就起来抽烟，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佐佐木尴尬的笑道，听上去就感觉冷的要死啊。虽然被田山将这么吐槽，但佐佐木仍旧表示自己很喜欢这种感觉。冬天的早上真的很安静很舒服，抽烟时甚至能听到烟草燃烧的噼啪声。要是在老家的话，现在外面已经是白皑一片了，那感觉就更棒了。佐佐木越说越起劲，等别人起床了，你还能再睡个回笼觉，那种感觉简直就是赚翻了。看着佐佐木那满脸得意的样子，田山将不禁在心里嘀咕起来，这个大叔也太寂寞了点吧。田山将抬头看向夜空，想象着黎明将大地唤醒的场景，好像也挺有趣的嘛，要不我也试试看吧。他随口说的一句话，佐佐木是仔仔细细的听到了心里。他先是极力推荐田山将要去尝试一下，但突然又话锋一转的问道，不过呀，田山将你起得来吗？竟然小看我。
田山将猛地扭头瞪了佐佐木一眼，吓得佐佐木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说，你上的都是晚班吧？那么早起会不会有点难？”此时，田山将已经把手机闹钟调到了5点半。他看着佐佐木，坚定地说道：“我绝对会起来的。所以，大叔你也要说到做到哦。”第二天凌晨，闹钟一响，山田小姐就赶紧下床。她拿上烟，披上外套，在推开阳台移门的那一刻，刺骨的寒风就让她整个人一哆嗦。可恶，真的好冷啊！她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傻，但是没办法，谁让这是自己选择的呢？等坐到椅子上后，山田小姐轻轻敲了敲烟盒，抖出一根后含到嘴里。虽然此时冰冷的空气包裹着肌肤，就像是要侵蚀到内心似的，但烟丝燃烧的噼啪声传入耳中，又让人产生了活着的满足感。太阳渐渐升起，缕缕阳光照亮大地，整个城市仿佛苏醒过来一样。香烟的味道在口中融化，逐渐的浸透全身，和夜晚的烟味道不一样呢。这种充满生机的感觉，好像确实不错。田山将低下头喃喃自语道。另一边，佐佐木的公寓里，闹铃声响彻整个房间，但因为好久没休假了，此时的佐佐木睡得死猪一样，毫无反应。每年年末都是社畜佐佐木最忙碌的时候，在公司和客户间连轴转的他，过得连日子都不记得了。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大街上早就已经热闹非凡，一眼望过去，尽是热恋中的情侣。佐佐木不禁感慨，圣诞节的气氛真是跟自己这种单身狗格格不入啊！还是去老地方抽根烟吧。等他来到超市后门吸烟点时，碰巧撞见了被大五郎骚扰的超市小哥。在这种普天同庆的节日里，自己不仅要工作，还事事都不顺利。意外听到了小哥的抱怨，佐佐木瞬间感同身受，老好人的他便主动帮忙，捡起了洒落一地的橘子。这个陌生人不仅帮了自己，还出言鼓励小哥，仿佛看到了天使，感动至极。随后，佐佐木没见到田山将就准备走了，没想到这位超市小哥突然开口邀请他抽一根。原来小哥也是烟民，之前就看到过佐佐木跟田山将在这里抽烟，因为性格内向，所以并不敢加入其中。就这样，两个大男人坐在一起点上了烟。上次这么尴尬，还是在这里撞见店长的时候呢。佐佐木不禁在心中吐槽起来。随后的闲聊中得知，青年名叫小田，是负责超市果蔬区的主管。因为很怕生，所以工作中也经常闹出麻烦。这剧情我熟啊！激励达人佐佐木很自然的一番话，让小田感动得痛哭流涕。重燃工作激情后，他搬上橘子就跑去忙了，真是个努力上进的好孩子。佐佐木脑中不禁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也不知道当年那个小超市现在搬哪去了呀？就在他准备把烟掐了闪人的时候，一个甜美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小田君这人很可爱吧？”来人正是山田小姐，她背着双手，一副正在巡视的模样。看到治愈女神大驾光临，佐佐木顿时害羞起来。他赶紧把烟按灭后，站起身来，笑脸相迎。山田小姐微微一笑，话里有话的说道：“佐佐木先生，您真是个好人，那么快就跟这店里的吸烟者们都处好了关系，以后就不用只跟田山将一起抽烟了吗？”山田小姐话中带刺，她这充满醋意的样子，也就是炖木头的佐佐木看不出来。像自己这样的大叔能来这里抽烟，全靠着田山将的邀请，这份恩情自己一定会终身牢记。佐佐木想了一下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是想跟田山将一起抽烟啊，非田山将不可吗？”山田小姐继续逼问，佐佐木老实作答：“是的呀，店长和小田君都不行吗？”“自然是不行啊！”山田小姐突然双手一拍，刚才还有点怨气的脸上瞬间绽放了笑容：“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呢。”这治愈力满满的微笑，佐佐木大为受用，不禁感叹这个圣诞节真的是太棒了。他激动的双腿一颤，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您没事吧？”山田小姐关心的询问道。佐佐木只得涨红了脸，谎称自己只是更年期到了。看着他这傻里傻气的样子，山田小姐不禁撅起嘴巴，在心中吐槽道：“这个社畜大叔怎么回事？原来只是个迟钝笨拙的老好人，现在又容易被拐跑，又是更年期的。”次日，小田君通过努力，成功让门店的果蔬销售额登顶第1名，他的努力店长也都看在眼里。这之后，山田小姐双手插兜，装成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又在不经意间问起了昨晚小田跟佐佐木抽烟的事情。那个大叔很有趣吧？当听到小田肯定的答复后，山田小姐轻哼一声，露出一副自豪的表情。她到底想说什么？小田此时也是一头雾水。随后，山田小姐就发现了小田君偷看店长的小秘密。别躲在这里，过去一起抽一支呗。即便山田这么怂恿，腼腆的小田还是不敢跨出那一步。我说山田啊，你跟那个大叔每次都聊点啥呢？默默注视着跟前泽主管开心聊天的店长，小田君忍不住问道：“大概都是我在逗他玩吧。”山田小姐诚实的回答，让小田不禁发出感慨：“您的段位实在是太高了。”每年的圣诞季都是超市里增收的大事情，为了活跃气氛，凸显季节感，店长盯着桌上的小饰品陷入沉思。你可别想让我带哦。深知店长脾气的山田提早一步开口拒绝，这种东西完全不符合我的时尚品味。看着桌上的驯鹿耳饰和圣诞帽，山田那是满脸的不屑。
就你是时尚达人，我那不也是为了业绩着想吗？为了逼迫山田就范，店长决定以身作则。当他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和胡子的那一刻，山田立马举起手机，化身成摄影狂魔。谁允许你拍了？被店长喝止后，山田表态道：“就让大伙儿来评评理。如果看到你这衰样，还有人赞成的话，我就同意带。”让山田没想到的是，走出休息间来到吸烟点后，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暗恋店长的小田。店长，你这是？当小田看清店长这一身装扮后，紧张的他小手一抖，差点连烟都脱手而出。你就直说吧，感觉如何？在两位美女的逼问下，小田顿时羞得用手捂住了脸，只能用余光继续观察店长，嘴上也支支吾吾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看他这副熊样，店长忍不住的瞪了一眼。小田立马扭过头去，吸了口烟，平复下心情后，轻声说道：“我觉得这样的装扮非常棒呢。”我就说嘛。店长边说边把手上的驯鹿耳朵戴到山田脑袋上，就不该来问这家伙。山田只能无奈的在心里吐槽。随后，店长又拿出另一顶圣诞帽给小田戴上，点上烟坐下来后，山田瞟了一眼一旁的小田，他那既尴尬又幸福的样子，总觉得跟某人很像呢。突然，大嗓门的前泽主管驾到，让我瞅瞅看，有哪些家伙躲在这儿呢？当大大咧咧的前泽主管看到众人这副打扮后，他立刻捧腹大笑起来，然后指着大家说道：“很可爱，但跟你们的气质完全不搭呢。”虽然前泽只是客观的评价，但他的言行举止确实把嘲讽感拉满了。三人细想了下后，不约而同的把头上的饰品摘了下来。别摘呀，等我戴上后来一决胜负吧。不死心的前泽还想找点乐子，但另外三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只有小田还在那里嘟嘟囔囔的替店长挽尊。次日，佐佐木和往常一样来到吸烟点，和田山将的闲聊中，他感慨最近超市里挂满了小饰品，那种圣诞气氛真的是很棒。田山将却不以为然，因为店长这个装饰狂人的作风他早就见怪不怪了。忽然他又想到了什么，瞟了一眼佐佐木后问道：“你想不想见识一下山田小姐戴着驯鹿耳饰的样子？那么棒的场景。”佐佐木只是稍微脑补了一下，就面红耳赤起来。你突然说啥呢？佐佐木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田山将见状呵呵一笑，心想着今天就放过你吧。要是那副可爱的模样被这个人见到了，那还不得去世当场啊？为什么把手缩进袖口的女孩子会让人觉得特别可爱呢？今天山田小姐又用她那天使般治愈的微笑接待了来2号收银台结账的佐佐木。当他接过购物篮的那一刻，缩进外衣袖口的右手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佐佐木见状顿时一愣，随后在山田小姐麻利的从购物篮中拿出商品扫描价格时，他的眼睛就不自觉的一直盯着山田那只深藏不露的右手。等佐佐木付过钱，山田小姐微笑着找零食，她那只右手仍是躲藏在袖口之内。这是什么情况？一股莫名的猛感直冲脑门，让佐佐木好奇心大起，他忍不住的询问道：“那个，不好意思，在工作时间打扰你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呀。”他支支吾吾的绕了一大圈后，终于下定决心的继续说道：“也不是什么大事了，就是你右边的袖子。”山田小姐听到此言后，立马抬起右臂，不好意思的微微一笑：“你是说这个呀？就是这边的袖子有点长罢了。”没想到答案竟然是那么的朴素简单。佐佐木尴尬的摸了摸后脑勺，说了句“原来如此啊”，就匆匆忙忙的走出了超市。回家的路上，在路过后门吸烟点时，佐佐木向里瞄了一眼，发现田山将貌似不在后，他也就不做停留，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冲了个热水澡，洗漱完毕后，又在门口抽了支睡前烟。等钻进被窝时，已经快到0点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是此刻佐佐木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辗转难眠的他毫无睡意的睁着双眼，虽然看向的是天花板，但出现在眼前的却是山田小姐那萌萌哒的藏手姿态。除了那份灿烂的微笑外，今天的山田小姐又多了一种慵懒的感觉。自己怎么能辜负这别样的治愈呢？佐佐木毅然决定，明天也要继续努力的工作。另一边，下班后的山田独自来到后门吸烟点，他看着右手背上的淤青，心有余悸。今天好险啊，还好自己反应够快，不然让那个大叔看到后，再在一起抽烟时就麻烦了。不过嘛，他仔细一想，那个炖木头佐佐木真的能察觉出真相吗？山田小姐受伤了，田山将也受伤了，按他的脑回路，应该只会怀疑2人是一起做了某种粗活吧。随后，同事大野小姐来到吸烟点，她关心地询问起山田手上的伤势。多亏了你帮我冰敷，现在已经没事了。听到山田如此答复后，大野小姐虽然松了口气，但仍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山田，被客人弄得烦躁后，你就反手捶门泄愤，这种事疼的还不是自己啊，以后小心点吧。山田只得尴尬地回应，知道了。即使自己病倒在床上，却仍然想着替同事们分忧解难，这样的田山将谁能不爱呢？年终的超市热闹非凡，店员们即使是吃饭也都争分夺秒。看到缓步走进休息间却不着急吃晚饭的山田，果蔬区的主管小田感到有些奇怪，那个吃饭第1名的山田今天怎么如此反常？难道是在减肥吗？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只听见扑通一声响，
小田和大野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另一边，跑业务的佐佐木也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迎来了久违的年终长假，连客户都休假了，终于可以没有负罪感的心安理得的休息了。本想下班后跟好兄弟铃木一起小酌一杯，但他却急着赶回去，完成自己许诺的家庭温泉之旅。既然没了酒伴，佐佐木就准备去超市购物一番，然后整个跨年期间就宅在家里吧。要是今天还能见到山田小姐的话，那这一年的收尾就实在是太棒了。可惜等他进入超市后，发现来购物的人群简直是人山人海，收银台那边早就排起了长龙，他只得放弃去2号收银台的念头，转战到了一旁的1号收银台。等队伍走近后，佐佐木才发现今天并不是山田小姐在收银，难道已经去休假了？虽然有点可惜，但是佐佐木仍然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了山田小姐1年来的治愈。至于另一位吗？还是当面去向她送上新年祝福吧。可惜之后的几天里，佐佐木每天晚上出来遛弯时，都没有在吸烟点看到田山将的影子。今晚就是跨年夜了，看这样子，只能明年再相见了。走到吸烟点外，佐佐木略有些失落，想到这几天自己鬼鬼祟祟张望的模样，都快被路人当成痴汉了，他更是尴尬不已。你这个大白痴！一声怒吼突然从吸烟点里传来，把路人情侣和佐佐木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向里看去，原来是店长在跟什么人通电话。他一边咳嗽一边生气的样子，把佐佐木吓得不敢靠近。这时，反倒是店长身边的大五郎率先发现了他，响亮的狗叫声让佐佐木心里咯噔了一下。虽然心中忐忑，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向店长询问起了田山将的近况。那个家伙呀，发烧病倒了。店长的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佐佐木顿时慌了神，他匆忙跑向店长，关切地询问起具体情况。等店长解释说田山将并无大碍，只是需要好好休息静养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因为田山将不听劝，店长此时也是头痛不已。看着佐佐木，他心生一计，就以在这里抽烟作为交换条件，希望佐佐木帮一个小忙。画面回到田山将那边，他紧盯着手机愤愤不平。那个笨蛋店长都说了没事的，这点小病靠毅力明天就能好了。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身体还是很老实，香烟不能抽，最喜欢的拉面也吃不下，这让田山将感觉实在是糟透了。躺在床上的他只能看着手机里存着的图片解馋。在图库里滑动的时候，佐佐木那张惊慌失措的照片突然出现在眼前。这个大叔不会因为山田能量不足已经死掉了吧？正当他看着照片出神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正是店长打来的。好烦啊，拒接算了吧。但转念一想，真这么做了，店长不得发飙啊！田山将只好按下通话键后，抢先一步大声喊道：“我早就好了，现在已经元气满满了，明天一定能来上班的了。”刚说完，他就发觉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对，答复的竟然是佐佐木这家伙。田山将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那家伙到底是打给谁的呢？山田还是田山？自己又该用哪种口音应答呢？听着佐佐木照常的寒暄声，田山将是一个字也不敢说。听他那种毕恭毕敬的语气，应该是打给山田的吧？做出如此判断后，田山将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丝的失落。好胜心强，脾气又倔，还容易钻牛角尖的娃，就是要顺毛捋才行。当接通佐佐木的电话后，田山将一时间不知道该用哪种语气回应，是山田还是田山呢？就在他沉默不语之时，佐佐木着急的询问声就传入耳中：“田山将，你没事吧？”得到提示的田山将逃过一劫，他立马切回原声跟佐佐木打了招呼。随后佐佐木绕着圈子支支吾吾的表示，就是想跟田山将表达一下今年的感谢之情。他这点小伎俩哪骗得了田山将？秒懂了店长的心思后，田山将立刻戳穿了店长，让佐佐木来做说客的小把戏。事已至此，佐佐木干脆直接开劝，但田山将却根本不听。他虽然咳嗽声连连，但仍旧表示自己烧得不高，明天就能去上班。这一切都是店长小题大做罢了。在明天这种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既然店长都能带病坚持了，那自己就更不能缺席啊！说着说着，田山将的情绪就低落起来。前些天店长因为过度操劳病倒的时候，他本想着要担起责任，努力工作替店长分忧，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却先病倒了。我这种人实在是太糟糕了。虽然有责任心是件好事，但现在田山将反而因此有了更强的负罪感。察觉到这一点后，佐佐木便再次尝试着开导他：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糟糕的话，那就把肩上的担子放下一些如何？老实告诉我吧，你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了？佐佐木关切的声音终于打动了田山将，他不好意思的把自己裹紧被子里后，轻声答复道：就是还有点热度，咳嗽也停不下来，头好痛，但没有什么食欲，香烟又不能抽，整个人烦躁的要死啊！掌握状况后，佐佐木语重心长的劝道：所以说呢，这种时候就应该相信大家，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就行了，把心放宽。有的时候啊，依赖一下别人也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知心大叔一出手，大道理瞬间变得有理有据，让人信服。田山将只能轻嗯了一声表示认同。终于把这头倔驴的毛捋顺了，
佐佐木不禁露出笑颜，店长也松了一口气，自己竟然轻易的就被大叔给说服了。田山将回想起来，顿时觉得有些不服气，他突然在电话里催促道：“那你快说呀，你打电话来不就是为了说这个的吗？今年的祝福语。”此时佐佐木反而不好意思起来，现在不说的话，今年就没机会喽。还是说你明天还要跟我通电话吗？田山将眯起眼睛，坏笑着说道：“明天可能不行吧，毕竟用的是店长的手机啊。”佐佐木尴尬的回应后，表示田山将需要好好休息，自己就长话短说了，能跟我这种大叔一起抽烟，真的是太感谢了。佐佐木支支吾吾的把话说出口后，田山将却立刻反问道：“就这些了吗？你难道不想说明年还要继续来吗？”此话一出，田山将盯着手机的脸上不禁露出幸福的表情。电话那头的佐佐木先是一愣，随后那张老脸就唰的一下红透了半边。他顿了片刻后才继续说道：“如果田山将你不嫌弃的话，明年也……”就在这时，电话里传来了酣睡的声音。原来放松下来的田山将已经沉沉的睡了过去。店长接过手机后，忍不住吐槽田山将这家伙经常在奇怪的地方钻牛角尖，才会干出这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而此时佐佐木的老脸已经涨得更红了，因为他现在才意识到，刚才的通话一直开着免提呢。全程吃瓜的店长反倒是因此精神大振，竟然让他先说出口了。我这个大叔也太怂了点吧。抽完一支烟后，佐佐木不禁在心里感慨起来。另一边，田山将正在做着奇怪的梦，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小店门口，见到了那个导致自己抽烟的元凶，那个现在都已经记不起容貌的上班族。但不同的是，眼前男人开口的声音竟然跟佐佐木一模一样，现实与梦境交织成一片。第二天醒来的田山将只觉得这他喵的真是个奇怪的梦，那种事情怎么可能吗？俗话说得好，要风度就不能要温度。生活中的你是像田山将一样的时尚达人，还是像佐佐木一样的实用主义者呢？今天晚上田山将下班后刚走出超市门口，就听到有人向自己打招呼，扭头看去，这不是佐佐木吗？抱歉啊，刚才没注意到你。两人互道过新年祝福后，看着佐佐木这一身的休闲打扮，田山将就感觉很奇怪，自己都上班好几天了，但这个平时忙得要死的社畜大叔竟然还是一副正在休假的样子。其实吧，今天就是假期最后一天了，一想到明天就又要回到那家黑心企业里打工，佐佐木的长假恐惧症顿时发作。他那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也引来了田山将的无情吐槽：“大叔，你这张脸啊，写着明天就会死的样子呢。”随后田山将就表示要去后门来一支。一瞬间佐佐木又不好意思起来，他愣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跟上去。大叔你不来吗？不是说了今年还想和我一起抽烟的吗？发出邀请的田山将宛如夜空中为自己照亮前路的星星。佐佐木的老脸刷的一下又红到了耳根，原来那个时候你听到我说的了呀，还以为你睡着了呢。他摸着脑袋尴尬的看向一旁，等回过头来才发现田山将早就没影了。佐佐木赶紧迈开双腿追了上去，你磨蹭啥呢？赶紧的呀！看着现在元气满满健步如飞的田山将，佐佐木发自内心的感慨道：“你能恢复健康真的是太好了，难道大叔你一直在为我担心吗？”田山将轻笑着吐槽，没想到佐佐木竟直球表示，因为假期里一直没见到田山将，所以自己那颗心一直悬着呢。不过嘛，我现在可以安心了。佐佐木话锋一转的说道：“你要是早点像现在这样，多穿点厚衣服不就好了？”这老妈子一样的发言瞬间点燃了田山将，难道说你一直觉得我是那种穿得很轻飘的人吗？察觉到田山将身上散发着的怒气，佐佐木立马改口：“我就是觉得吧，穿暖和点没坏处。”跟在田山将身后的佐佐木一路上走的那是战战兢兢，好不容易来到吸烟点后，他刚想坐下去点上支烟缓一缓，田山将就立马怼到脸上表示：“你这个不懂时尚的大叔，去年就担心过我的陆琪装吧？告诉你啊，在时尚的世界里是没有严寒酷暑、麻烦操劳这些字眼的，穿着最能让你提起干劲的衣服即是时尚。就拿我今天穿的衣服来说，下半身如果是热裤加紧身裤的选择，也会很可爱的。时尚是一种比拼觉悟的娱乐，跟烟草是一样的。”田山将连珠炮齐发，说的佐佐木一声都不敢吭。来，像我这样做个万岁的姿势。田山将比划着举起双手，不明所以的佐佐木刚刚照办，就立马被田山将突袭腰间。他那件被掀起的毛衣下，一张张暖宝宝贴赫然出现在眼前。抓住证据后，田山将冷哼一声：“至少啊，我比某些人要更耐冻一点呢。”45岁的社畜大叔不懂什么叫时尚，他只会根据天气预报来决定穿多厚的衣服。红着脸的佐佐木一边点上烟，一边心里疑惑着，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贴着暖宝宝的呀？答案显然易见，他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就暴露了呗。人生路上总有那么些时候会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无法自拔，遇到这种情况下，你是否希望有个人能在背后推你一把呢？新年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佐佐木和同事坐在电脑前，心情瞬间坠入谷底，看着堆积如山的工作邮件，铃木泪流满面的吐槽着，大伙儿怎么上班都那么积极啊？此时佐佐木忽然盯着其中一封邮件出神，
铃木觉得奇怪，便凑过来一看，原来是总公司的中岛发来的。他就是以前十分关照佐佐木的那位前辈，还在分公司时就凭着出类拔萃的业务能力让人印象深刻。他找你有啥事吗？铃木好奇地问道。画面一转，在超市后门吸烟的佐佐木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心事重重的他就连抽烟也不香了。突然，身边的田山将大喊一声：“公司的口号是！”佐佐木大惊之下，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看着他这副傻样，田山将很是奇怪：“大叔，你最近怎么老发呆呀？前些天走着走着都能撞到护栏。”佐佐木听后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对自己影响了难得的放松时间表示歉意。看到他戴着的手表，田山将再次发问：“你不是很珍惜前辈送的表吗？最近看你经常戴呢。”佐佐木撸起袖子看了看手表，然后一脸怀念地说道：“前辈还在分公司时就很照顾自己，后来升职去总部的时候，就把表送给自己做纪念了。现在戴着这块表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位工作上的引路人呢。”田山将听着会心一笑，他摸出自己的烟灰盒瞥了一眼后，不禁在心中自嘲起来，这一点上倒是跟某人一模一样呢。不过就是去总部工作而已，又不是不能再见了。看着佐佐木有些失落，田山将开导着说道。佐佐木则默默地表示，前辈已经定在这个月退休了。原来如此啊！田山将终于明白了他这几天心神不宁的缘由，他立马建议佐佐木应该过去一趟，当面祝贺他功成身退。但佐佐木却表示不必了，自己过去的话反而会让对方尴尬，毕竟从那以后自己就再也没有见过前辈了。这个大叔怎么这么别扭？田山将那是一顿劝，表示既然对方主动通知你了，自然是不会介意的。但佐佐木却还是用各种理由推脱，在他眼里前辈通知自己只不过是因为其做事一丝不苟的性格，他希望前辈能开开心心的退休，所以还是不见得好。这个大叔也太自以为是了。田山将气不打一处来，他瞪大了双眼，满脸怒气的看着佐佐木后，突然站起身来：“这位客人，请你出去。”被田山将这样子怒目而视，佐佐木一下子不知该说些什么。田山将则不给他辩解的机会，一把拽住他的手，把他拖到了门边。烟还没掐灭呢，佐佐木大喊着求饶，但田山将只是冷冷的表示自己会收拾的，不用他操心。田山将对着佐佐木的后背猛地一推，就把他赶出了吸烟点。我不管大叔你对前辈抱有怎么样的感情，反正现在跟你一起抽烟毫无乐趣可言，从现在起禁止大叔你来此抽烟，直到你把心思理顺了为止。田山将说完，怒气冲冲的扭头就走。佐佐木还想上前辩解几句，但下一秒自己的公文包就被田山将甩了出来，重重的砸到了身上。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天公也不作美。公司外是瓢泼大雨，公司内的佐佐木脸上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友铃木都忍不住吐槽他，把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住了。被赶出吸烟点，自我反思中的佐佐木回想起昨晚田山将的那句话，他其实也懂得对方并不是真的讨厌自己了，但是想要跨过心中的那道坎又谈何容易。看着左手上的腕表，他再次陷入沉思。就在此时，铃木突然主动提议让佐佐木替他出一趟差。凭什么要我去啊？佐佐木一下子没想明白，原来铃木的那家客户正巧就位于总部所在的城市，你不就是为了前辈退休的事情烦恼吗？好兄弟竟然如此贴心，佐佐木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铃木心里也打着小算盘，因为那家客户又远又难搞，丢给佐佐木岂不美哉？一转眼2个礼拜过去了。午休的时候，山田坐在后门吸烟点上，眼神迷离，因为从那以后佐佐木真的一直都没有来过，就连超市购物都没有去。不来吸烟点也就算了，他惧怕田山将的怒火情有可原，但怎么连超市买东西都不去了？难不成这大叔觉得自己连受到山田小姐的微笑治愈都不配了吗？手握烟盒，山田也开始反思自己，难道是话说重了，真的把这个大叔吓走了？但是一想到佐佐木那天明明是想去的，最终却还是放弃后，他又觉得做的没错。自己之前也有迷茫的时候，有察觉不到真正情感的时候，是这个大叔点醒了自己。明明对别人的事情看得那么透彻，对自己却这样子的，他也太寂寞了点吧。一想到佐佐木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山田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就在此时，佐佐木突然走进了吸烟点，看到低头沉思的山田小姐，他关心地询问起来。山田赶紧把烟藏到了身后，一番寒暄后得知，这段时间佐佐木原来是去北海道了，自己这一掌竟然把大叔直接推到了北海道，还真是有那么点远呢。山田瞬间懵逼，还好他脑子转得快，恢复往常的笑颜后，立马开口表示，田山将虽然不在，但是他有留话给自己，现在就转达给佐佐木吧。看到山田小姐微笑着准备开口的时候，佐佐木微微有些犹豫，但转念又坚定地表示，他很感谢山田小姐的好意，但是他还是想亲自从田山将的口中听到那些话。这意外的回答让山田一愣，随即脱口而出，好啊，会等的哦。看到山田一脸满足的样子，佐佐木老脸一红，有些搞不懂了，这是要等谁呢？还是谁要等呢？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山田立马摸着脑袋给他圆回来，
田山将他一定会等你的了。原来如此，佐佐木恍然大悟，脸也变得更红了。此时，紧挨着后门吸烟点的休息室内传来店长的骂街声。他为了夜班正在倒时差，两人的对话把他吵得睡不着觉，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佐佐木抱歉之后赶紧开溜。等佐佐木走后，山田终于可以摸出烟来点上一支。此时天上下起了小雪花，回忆起刚才佐佐木的背影，他不由得感慨起来，想跟我一起抽烟的话，大叔你来的不是时候呢。当晚夜深人静之时，佐佐木加班结束后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天空中越下越大的雪花，他不禁想起了几天前跟前辈见面时的场景，同样是在下雪天里，碰面前的那一丝紧张和恐惧，在碰了面之后也立即烟消云散了。两个大男人一起小酒一喝，烟一抽就把什么话都说开了。佐佐木不禁感慨起来，能踏出这一步全靠他骂了自己。哪个他呀？他又是你什么人？你小子从实招来。前辈立马来了兴趣，佐佐木自己也说不清楚，说是泛泛之交吧，两人之间走得又很近，说是知己好友吧，寻常朋友间应该知道的很多事，两人都不知道。这种关系就像会随风飘散一样。但是有一点，佐佐木很清楚，那个女孩子在自己犹豫退缩的时候，一定会在背后推上一把，帮自己走上正轨。原来如此，经验丰富的前辈一听就明白了，这不是很宝贵的关系吗？不知不觉间，佐佐木也走到了吸烟点外，远远的就看到田山将略带羞涩的把眼睛瞥向一旁，正被靠着围栏等在那里。此刻，佐佐木不禁觉得前辈的话说的一点也没错。传闻在香河伞符号下写下两人的名字，就会有一段浪漫的爱情产生。如果香河伞倒向女生那边，则代表另一边的男生更喜欢她哦。又是一个忙碌的加班日，等到了下班回家的时候，外面已经下起了瓢泼大雨。佐佐木双手合十，拜托带伞的好兄弟铃木把他送到地铁站。铃木听后满脸嫌弃的表示：“你这单身狗怎么配站在我这把爱妻伞之下？”但他看到佐佐木无奈落魄的表情后，又于心不忍，便伸手往包里一掏，摸出一把印着卡哇伊图案的迷你小伞来。此伞是铃木爱女送他的生日礼物，他一直很珍惜的随身携带着。这次为了好兄弟，他只能忍痛割爱，依依不舍地塞到了佐佐木手中，并再三嘱咐别弄丢了，用完后要好好晾干还给自己。另一边，山田小姐也在辛勤工作着。超市内的包装回收箱今天她负责。由于日本的垃圾分类异常严格，她必须把顾客乱扔的瓶瓶罐罐给捡拾出来重新分类，弄完后还要丢到店外固定的垃圾桶里去。望着雨一直下的夜空，山田犹豫了片刻。虽说雨下得很大，但就那么几步路，他也懒得再去休息室拿雨衣，跑过去得了。只见他双手提起两个大袋子，低着头就往店外冲去。刚跑出去没几步，差点就迎头撞到了要进店的客人。山田赶紧挂上标志性的营业微笑，连声道歉起来。等对面的男人开口表示没事的时候，他才发现此人不正是佐佐木吗？1.8米以上的瘦高个儿，却撑了一把卡哇伊的儿童伞。作为一个专业的收银员，山田怎么能笑场呢？除非是他虽然腮帮子都鼓了起来，但还是强忍住了笑意，扭过头去。没想到路过的小屁孩童言无忌，指着佐佐木大喊一声：“好小啊，一点都不配呢！”山田一秒破功，扑哧一下笑出了声。他赶紧不好意思地捂住嘴巴。佐佐木则老脸一红，尴尬地夸赞此子真是天真无邪。随后佐佐木就发现山田是要出门丢垃圾，他抬头看了看手中的袖珍小伞，想到这毕竟是好友的心爱之物，不方便再借给第三者，便主动提议陪山田走一遭。要是你因此感冒了可就不好了。听到佐佐木这话，山田也不推辞，拎起两大袋子，说了声谢谢，便走到了伞下。两人雨中漫步，本该是浪漫的时刻，佐佐木的表情竟然一如往常。发现他毫无自觉，山田不禁皱起了眉头，心想着这个大叔难道真的不懂香河伞的含义吗？是该此时点破吓他一下好呢，还是化身田山将时再以此去捉弄他好呢？山田略一思索，脑中不禁浮现出佐佐木惊慌失措的模样。他皎洁一笑，决定就把这份乐趣留到下一次见面吧。小小的儿童雨伞根本容不下两个成年人。此时山田才发现，佐佐木早就十分绅士地把伞斜向了自己这边。随后佐佐木边走边向山田说起此伞的来历，表示这是一把贴心小棉袄的女儿送给温柔老父亲做礼物的伞。山田不禁有感而发，还真是一把匹配温柔之人用的伞呢。佐佐木听后尴尬地笑着表示：“你这么说也没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戴上耳机，打开一首喜欢的歌曲，然后点上烟，深吸一口，那种感觉仿佛时间也变得悠长起来。没有喧嚣的夜空中，只有心灵与音符共振着，那些优美的旋律如流星般划过黑暗的天空，点燃了你心中的那盏灯。田山将就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今天下班后，他独自坐在后门吸烟点，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忽然，大五郎欢快的吼叫声打破了这份宁静。田山将起身看去，果然是佐佐木在跟大五郎玩耍着。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田山将忍不住吐槽道：“你们两位倒是很会撒狗粮吗？没有这回事了。”
佐佐木尴尬的连声否认。等他也坐下来点上烟后，田山将便很自然的聊起了音乐相关的话题。孤单的夜晚，回家的路上，都是田山将喜欢听歌的时间。每天连轴转的社畜佐佐木可没这种闲情逸致，他苦笑几声吐槽道：“你说的是音乐呀，确实是能滋养心灵的呢。”听到这话，田山将也笑着看向佐佐木，怎么突然说话假大空起来了？佐佐木不好意思的扭头自嘲道：“只是大叔我跟不上这个话题罢了。难道你从来都不听歌吗？那些电视上也很流行的，比如雷鬼啦、披头士啦等等。”田山将报菜名般的连珠发问，佐佐木仿佛是在听天书。那些有名的流行乐歌手，你一个都不认识吗？田山将略有些惊讶。此刻对面的男人仿佛就是一个原始人，佐佐木则耷拉的脑袋表示那些真的不熟啊。这种时候就更感觉到自己是个有代沟的大叔呢。佐佐木不禁低下了头，小声自嘲起来。所以说，要不要来听听看？田山将表示，虽然自己手机里都是些算不上高雅的流行音乐，但也都是自己喜欢的歌曲。他摘下一边的耳机后，就让佐佐木靠近一些。田山将身手矫健，一下子就把耳机塞进了佐佐木耳中。你别乱动哦，耳机可是会掉的。紧挨着田山将，佐佐木面红耳赤，尴尬至极，只好吸上一口烟来掩饰。见佐佐木这副模样，田山将捉弄他的心思又冒了出来。大叔你怎么耳朵都红了？难道说耳朵是敏感点吗？田山将假装伸手去摸，佐佐木赶紧挥手制止。大叔我可是正经人了。随着田山将选定好歌曲，舒缓的音乐就在耳中响起。原来田山将喜欢听这种曲风吗？优美的旋律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疲惫的佐佐木也缓缓闭上眼睛，打起了瞌睡。下一秒，他垂下去的脑袋就把耳机线拉得笔直。田山将顺势往佐佐木肩上一靠，才避免了耳机掉出来。随后田山将就郑重地警告佐佐木，让他老老实实待着别动，不然耳机线都要被扯断了。惊醒过来的佐佐木只得乖乖照做，他那副正襟危坐的尴尬模样，引得田山将俏皮一笑。我说大叔啊，你耳朵怎么还红着呢？难道说是害羞了？佐佐木慌乱地大喊道。田山小姐，歌都已经放完了，赶紧听下一首吧。有人说，步入中年的悲哀，就是从遗忘自己的生日开始的。那么你还记得自己的生日吗？今天又是一个加班到深夜的平凡日子。坐在末班电车上，佐佐木耷拉个脑袋，满脸的疲倦之色。因为下属的过失，他这个小主管又被大领导狠狠训斥了一顿。永远温柔待人的话，你今后的人生能得到的，只会是白白增加的岁数而已。回忆着上司的训话，佐佐木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梦中，山田小姐的笑颜仍是那么的元气满满。您每天都很努力呢。被他一番夸奖，佐佐木那是感动的痛哭流涕。可惜这一切都只是美梦。在工作人员的催促声中，他才一下子惊醒过来。这不，早就已经做过站了。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超市，山田小姐见他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不禁觉得这或许是自己见到过的佐佐木最累的一次吧。在佐佐木用积分卡结账时，山田小姐突然发现今天竟然是大叔的生日。原来如此，山田小姐决定给他个惊喜，就让这个看起来天天都很不幸的大叔享受下自己的祝福吧。恭喜您了，这是收据和特别优惠券哦。山田小姐不仅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还送了他一张生日才能得到的打折券。没想到佐佐木这次的反应极为冷淡，只是接过看了一眼，然后哦了一声就转身离去了。哦你个头啊，你不是我山田的粉丝吗？这也太反常了。看着佐佐木的背影，山田小姐不禁在心中吐槽起来。第二天上班时，山田小姐还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自己竟然热脸贴了冷屁股，她怎么敢的？吃瓜的店长见状连忙安慰道，佐佐木这种瞎子，可能胡萝卜放面前也会走神看不见的。不可能，我接待客人绝对不会失败的。对自己的笑容100%自信的山田小姐立马起身反驳。此时大野小姐出来打圆场，表示是那张送给生日客人的特别优惠券不好，上面的字印的太小了。真的是这样吗？山田小姐一脸的狐疑，自己的生日任谁都会记住的吧？才不是呢。两位年长的大姐立马跳了起来。40多的店长严肃地表示，年纪大了的话，真的就不在乎生日了。50多的大野小姐同样附和道，小山田你才20出头，不懂不怪你。两人这吵架般的架势让山田小姐吃了一惊，难道那个大叔真的是这样吗？她喝着饮料无奈地思考着。当天晚上，佐佐木又是满脸愁容地走在回家路上。那个失职的下属受不了压力，向他请假了1周，这让他不禁怀疑起自己的做法来。如果稍微严厉一点的话，结果是不是更好呢？就在他叹气的时候，大五郎突然汪的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超市后门，吵闹声引来了田山将。我说大五郎怎么突然那么高兴？原来是狗友来了呀。他笑着打趣道，随后便面色凝重地盯着眼前这个大叔。佐佐木被看得直发毛，到底怎么了？他刚想问清楚，田山将就抢先问了一个问题，佐佐木先生您今年贵庚啊？这是在问我吗？45岁的大叔一个了，不过马上就要46了。他指了指自己，搞不清楚对面的女孩在想些什么，所以说马上是指几号。经田山将的提醒，佐佐木才终于想起来，昨天就是自己的生日啊。
可恶，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原来山田小姐昨天的笑容特别灿烂是因为这样。见她这懊恼至极的样子，田山将心里那是甚为解气。你就该给我狠狠的后悔后悔。处事方式被上司否定，呵护的下属扛不住压力选择逃避，换成是你该怎么办呢？经田山将提醒后，佐佐木终于想起了自己的生日，懊恼的他惯性思维再次误会，是山田小姐把此事告知了田山将，田山将自然也乐得他这么想。话说回来，竟然真有人会忘记生日啊！田山将吐了口烟后不禁感叹起来，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店长自信的话语仿佛在耳边响起。佐佐木同样点上烟，然后一脸无奈的喃喃起来，变成像自己这样的大叔的话，没有人会来祝贺生日，每天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自然就会把这些重要的日子给遗忘了。低头吐烟的佐佐木并没有注意到田山将那关心的目光，他顿了顿后继续表示，自己这个样子看似忙碌却总是无功，只是徒长岁数罢了呀。上司就是这么评价自己的。见他这苦笑自嘲的苦逼样子，田山将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拽住他的左手拉到了自己面前。佐佐木先生，你是个很迟钝，非常迟钝，迟钝到极点的钝木头，有这么重要吗？必须要说3遍啊！大叔听得云里雾里，田山将则握着他的手继续说道，但是我也很羡慕你拿烟的手很帅气，店长曾说过，只要观察一个人的手掌，就大概能知道那个人的人生阅历，这是用的越多越有型的。这么帅气的双手，是你一直努力的见证，所以我觉得你并没有在虚度光阴啊。没想到这个朋克女孩也能平淡的说出如此深刻的话语。佐佐木不禁盯着田山将的脸出神起来，要好好记住这些话呀，他在心里念叨着。这一刻，两人手牵着手，仿佛连心灵都相通了。你的手还真大呀！田山将突然笑场，佐佐木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死盯着的举动有些不妥，老脸刷的一下红了起来。他抽回手后猛吸一口烟来掩饰尴尬。此时田山将却摸出自己的烟来递给他，表示也没什么可送的，就把这当成生日礼物吧。随后的闲聊中，佐佐木意外得知，原来田山将也是刚过了25岁的生日，其实就比他早一天。这下糟了，收了对方的礼物，自己却没任何准备。佐佐木挠着脑袋表示抱歉，这没什么，大不了你也送我一包烟吧。田山将大方的一摊手，表示这样的话，两人互相忘记带烟的时候就有备份可以用了，不仅年纪前进了一步，还都多得到了一份礼物。你看我这办法很聪明吧？田山将指了指自己，灿烂的笑了起来。1周后，佐佐木还是老样子，坐在末班的电车上发呆。今天重新来上班的后辈郑重地向自己表示了感谢，说是多亏了佐佐木的温柔指导，自己才能坚持下去。想起这事，佐佐木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看来自己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呀。他摸了摸口袋，掏出田山将送的烟看了看 ，Beside me， 在我身边吗？真是个可爱的烟民呢。想着想着，他又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另一边，山田小姐也看着佐佐木送的烟皱起了眉头。Bon stars， 这是啥意思啊？书读少的弊端显现了出来，好像是平凡的意思。平凡的大叔吗？他一脸疑惑的样子，碰巧被店长撞见，还以为他是换了香烟牌子。得知真相后，店长的八卦魂立马燃烧起来，表示开头这个词是从法语来的，又混合了英语，意思是美好的夜晚。虽然很扯，但也挺浪漫的，不是？店长兴奋地看着山田，希望他多讲讲两人间的趣事。不过此时山田早就把他给忘了，只是盯着手中的香烟傻傻地笑了起来。回到电车上，呼呼大睡的佐佐木自然又坐过站了。工作人员见此情景叹了口气，吐槽道，怎么又是这家伙，都要成老熟人了。男人间的友谊有的时候可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但有的时候却也能小气一场。俗话说得好，叫做车和老婆恕不外借。今天原本是一个平常的上班日，但佐佐木的好哥们铃木却是异常的烦躁。你这是怎么了？业务谈崩了呀？佐佐木见状忍不住调侃起来。还用问吗？铃木气急败坏的让他闭嘴，赶紧把烟交出来。原来他还受到了忘带烟的双重打击，真拿你没办法。佐佐木掏了掏衬衫口袋，没想到摸出来的却是田山将送的那一包。该死，出门时候好像忘在桌子上了。不给佐佐木后悔的时间，铃木盯上了香烟，伸手就要去拿。你怎么换牌子了？算了，只要是烟什么都行。他话音刚落，佐佐木握烟的手却突然往后一收，想想还是算了，今天给不了了，抱歉啊。佐佐木边说边把烟再次塞回了口袋里。你发什么神经啊？一支烟而已，下次还你2支就是了。烟瘾上来的铃木怒了，但佐佐木就是死活不给。这虽然是我的烟，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反正就是不能给了。他一番思想斗争后，选择转身离去。今天我也不抽了，这样总算公平了吧？可铃木还是在他背后不依不饶。身材高大的佐佐木一记锁喉，教好兄弟做人，偶尔喝杯茶也不错呢，是吧？他搂着气绝的铃木就往茶水间走去。当晚忍了一天没抽过烟的佐佐木快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干的这事真是太傻了，好想来一支啊！他小声嘟囔着。突然熟悉的招呼声传入耳中，回头看去，原来碰巧遇到了刚下班的田山将。怎么走那么快啊？
我正好要去来一支烟，一起去吗？听到田山将的邀请，佐佐木心里更痒痒了，仿佛数万蚂蚁在上面爬的难受。要不就去来一支吧，毕竟田山将都特意邀请了。就在他心理防线将要崩溃的时候，好兄弟的怒吼声在脑中响起：“你这个叛徒！”佐佐木闭上眼睛，稳了稳心神，就随便编了个理由，表示今天就不抽了。他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不敢直视田山将的目光，但这哪唬得住田山将呢？在其逼问下，佐佐木只得实话实说，把白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怎么说呢？虽然带着你送的烟，但就是不想给他了，所以今天我就不抽烟了。佐佐木尴尬地挠着脑袋表示歉意。你是小气鬼啊！田山将理清了缘由后，突然开口说道：“真没想到佐佐木先生你是这么小气的人啊！”随后他绕到佐佐木背后，一边推着他往前走，一边继续说道：“小气鬼的佐佐木先生，今天不抽烟是对的哦，你还是赶快回去吧。”被他这么一说，佐佐木略受打击，看来我这人确实是小气了点啊。他叹了口气，自嘲起来。此刻心里其实在偷着乐的田山将差点笑出了声，他赶紧憋住笑意，然后低下头，略带羞涩的轻声说道：“你也真是的，怎么能那么小气呢？”被田山将一通埋怨，迟钝的佐佐木一脸的无措。对不起了铃木，我原来是个小气的同事啊。他只能在心里暗自抱歉起来。对努力生活的人来说，陌生人的一句您辛苦了，可能就是最大的治愈。3月是制定1年预算以及计划的月份，佐佐木是忙得不可开交，就连山田小姐给的生日优惠券都没时间去用掉。每天的紧急会议让所有人都怨声载道。半夜11点，终于忙完工作的佐佐木来到超市门口，他气喘吁吁地感慨自己运气不错，总算是搭上了末班车。就在此时，背后传来了汪汪的狗叫声，回头看去，只见一位气质绝佳的长发女子正牵着大五郎往外走。佐佐木一时间分辨不清是不是原主人，毕竟大五郎这傻狗见谁都很亲近，不怕1万就怕万一。佐佐木咬咬牙，决定管一下闲事。他压低声音，非常不好意思地询问起来。那女子闻声后便扭过头来表示不用担心，大五郎就是自己的家人。此时这傻狗也乐呵呵地叫了2声做出回应。另一边的超市内，山田正和大野小姐在休息室里悠闲地聊着天，忽然砰的一声，原来是高个子的小田冒冒失失地跑过来，不小心撞到了脑袋。不好啦，销售员和大五郎被一个时髦的阿姨拐跑了。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诱拐啊？见他这一副慌张的样子，山田露出鄙视的目光。此时小田又结结巴巴的把所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描述了一遍。原来如此，大野小姐听后表示，反正自己已经下班了，就顺便去看一下吧。山田此刻也担心了起来，便一同急匆匆的追了出去。而此时，离超市不远处的拉面店内，一碗夜宵下肚的女子深吸一口烟后，缓缓表示自己回国后最想念的就是这家店了，不仅味道好，还不禁烟。原来他就是大五郎的真正主人，名叫西原，职业是个漫画家。之前因为出国办事才把狗寄养在店长那边，两人就这么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起来。西原表示自己早就从店长那里听说过佐佐木的事迹了，他曾说过有个像家养老狗一样的白领大叔会来店里和店员一起抽烟，想不到自己是这么个形象。佐佐木羞愧的真想找个洞钻进去，不过他也说过，你能和那位高冷的店员打成一片，也是个守信之人，那真是太好了。佐佐木松了口气，脑中浮现出了田山将的影子来。他还说，你有个特别憧憬的收银员，所以经常去超市里闲逛。听到此话，佐佐木的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他双手捂脸不敢直视对方。见他这个样子，西原却一反常态的表示，他其实很理解佐佐木，因为某位店员特别温柔，所以自己会不自觉地排到他那一队去，这种是很正常的啦。在他的描述下，佐佐木脑中不禁浮现出了山田小姐那灿烂的微笑。难道你说的就是2号收银台的？佐佐木小心翼翼地询问，不过西原却自顾自地表示，自己说的其实是大野小姐。原来大五郎名字的由来都有大野小姐的功劳。此后两人仿佛找到了知音，相谈甚欢。西原表示，当年自己最失意痛苦的时候，每次去购物，大野小姐都会特别温柔地说，您辛苦了，这让自己大为感动，不知不觉间成了心灵寄托，简直就像是美好的单相思一样。佐佐木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倾听着，然后感同身受的会心一笑。结账走人前，佐佐木意外得知，经常去的那个超市已经开了20多年了，而他因为工作原因被调离过此地8年。他以为自己离开前去的是另一家超市，就在他还没搞明白的时候，大五郎开心的叫声从店外传来。佐佐木开门一看，竟然是山田小姐站在门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直的盯着自己。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后，西原才看到了正在和大五郎玩耍的大野小姐。他原本以为对方早就忘了自己这个客人，没想到大野小姐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并叫出了名字。为了给两人叙旧的空间，佐佐木和山田识趣的站到了一边，因为担心他，所以匆匆忙忙找过来。这个大叔竟然跟初次见面的阿姨一起在自己最喜欢的店里吃着自己最喜欢的拉面，真是可忍孰不可忍。山田嘟囔的小嘴在心中一阵吐槽，不过佐佐木的注意力
并没有放在气鼓鼓的山田身上，而是看着西园和大野的背影出神起来。此刻他是真的替二人感到开心。其实我们都会记得那些特别客人的名字的。山田表示，那些特别的客人会为了减轻收银员工作，提前准备好积分卡了，会把购物的东西在篮子里摆放整齐，方便扫描了。这些小心思，他们怎么会注意不到呢？如果这些客人来了，他们也会用更灿烂的笑容回应的哦。右手摆弄着耳环，低下头，十分不好意思的说出这一段近乎表白的话后，山田眼睛一瞟，瞄向佐佐木。没想到这个大叔只是红着脸表示，原来如此啊，西园小姐知道的话肯定会更开心的。这话说的也太天衣无缝了，坦白点不好吗？那么故作潇洒。山田不禁在心里抱怨起来，这大叔明明知道是在说自己了，却故作不知。难道他一直是这样的吗？咱俩都一起抽了那么久的烟了，我要是直接把这是坦白的话，会不会适得其反把他吓着了？山田心里那是又愁又恨啊。佐佐木先生，您的生日优惠券有用了吗？他突然开口问起来。佐佐木这才意识到这个点已经过期了呀。没事，以后还是有机会的了。山田如此安慰道。为了穿上新一学校的制服，女孩竟然选择打耳洞来激励自己。虽然一番努力后过了考试的关，但立马因为违反校规被老师制裁。今天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但好兄弟铃木却意外的一下班就拉着佐佐木去酒馆小酌。酒过3巡后，铃木终于借着酒劲发泄出了不满。原来他是在家里跟女儿吵架了，自己老婆非但不帮忙，反而站在了女儿那一边，让他这个老父亲颜面扫地。到底怎么了？佐佐木一边倾听一边好奇地问道。因为他说要打耳洞啊。铃木想到伤心处，突然一声大吼，把佐佐木吓了一跳。周围的食客们也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铃木则根本不顾及旁人，仍旧哭哭啼啼地表示，他这个老父亲就为此事多问了几句，就遭到了女儿的嫌弃。我到底该怎么说才好啊？见铃木崩溃的样子，佐佐木赶紧笑脸相迎，安慰他冷静一点。不过嘛，说到耳洞的话，佐佐木脑中不禁浮现出田山将的样貌来。记得有一次，两人在超市后门抽烟时还谈论过此事。当时田山将的耳钉意外掉落，让佐佐木这个不懂时尚的大叔不禁好奇了起来。他盯着田山将的耳朵仔细看了看，才发觉上面竟然有着好几个耳洞，难道都是为了戴耳钉吗？佐佐木一脸的疑惑，怎么，你也对耳钉感兴趣了吗？田山将见状笑着问道。佐佐木赶紧表示自己只是觉得打耳洞应该会很痛吧。此话一出，引得田山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种问题确实是大叔才会问的呢。佐佐木只得尴尬的自嘲，打耳洞这种事啊，的确会有点痛的呢。田山将指着自己的耳朵表示，特别是软骨这边，当时都痛得差点哭出来了。听他这么一说，佐佐木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摸了摸双耳。难道这一切的觉悟都是为了时尚吗？田山将坦诚地表示，时尚确实也是一大主因。不过嘛，他第一次打耳洞并不是因为叛逆，当时是中学快毕业要择校的时期，复习考试完全没有精神，但又想穿上喜欢学校的制服，便用打耳洞代替喝酒激励自己。虽然考试最终合格了，但也因为违反校规被老师责骂了。从那以后，每次想要干什么大事但又没精神时，田山将就会去打耳洞，不知不觉就成了这样了。他双手对着耳朵打圈，露出一副调皮的表情。佐佐木一阵尬笑后表示，田山将的理由总是直截了当的。他顺口一说，希望田山将下次打耳洞时能再听听他的故事。这话又让田山将抓住了把柄，他小恶魔般的狡黠一笑，指着耳朵表示，那下次就顺便让佐佐木先生来决定耳洞打在哪个位置吧，让自己来决定，这真的可以吗？佐佐木盯着田山将一下子愣住，想什么呢？难道你想打在耳朵以外的地方吗？田山将再次调戏起了佐佐木，他双手遮胸露出鄙夷的神情，让佐佐木的老脸刷的一下红透了半边，并连声否认起来。想到当时的遭遇，佐佐木赶紧挥手散去邪念，然后笑着对铃木表示，打耳洞其实没他想的那么可怕。此话当真？那你脸红什么？铃木猛灌一口啤酒，并不怎么相信。佐佐木随后认真的说道，既然你女儿提前告诉你此时，那她心里就还有你这个父亲，她只是想跟你交流交流。说的也是啊，我当时怎么就那么没好气的质问她了呢？铃木想通了道理后，一拍桌子吐槽起来，可恶啊，连佐佐木这个白痴都懂得道理，我怎么就……冷静后的铃木突然又发现一个盲点，明明是个没有耳洞的大叔，佐佐木你怎么对这种事如此熟悉？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佐佐木的小心脏顿时狂跳了起来，脑子一转，赶紧编了个谎话，表示是从自家的妹妹那里学到的。原来如此，吓我一跳呢，我还以为你认识那种很健谈又疯狂开耳洞的年轻妹子呢。中年大叔坐怀不乱，面对美女的壁咚竟然无动于衷。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今天是超市员工难得的聚餐日，店长举杯致辞，不仅欢迎那些留下来的成为正式员工的实习生们，也同样送别那些将要调岗或者离职的同事。暗恋店长的小田暗自庆幸着，没有收到调岗通知的他总算松了口气。前泽主管却是一副要杀人的表情，因为每年这个时候留下来的新人总是很少，离职或者休假的人却特别多，超市的人手严重短缺。
不过嘛，办法总比困难多了。他盯着排班表看了会儿后，突然又哈哈大笑起来，让一旁的众人摸不着头脑。随后大家喝酒畅谈，气氛倒也融洽。酒过3巡后，唯独不见了山田的身影。原来他是喝多了出去透透风，顺便来上一支烟。那家伙的酒量也会喝醉吗？看样子真的喝了不少啊。店长略微有些担心起来。另一边，下班后畅饮发泄的铃木已经喝上了头，夜生活才刚开始呢，咱们再去喝他个5家店。他搂着佐佐木放出豪言，虽说是好兄弟，但佐佐木也不想被个醉鬼整晚缠上，赶紧叫了辆出租车，提前付好车费后，便让司机把人送回家。看着逐渐远去的车辆，佐佐木这才松了口气，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不禁感慨起来，正因为家里有老婆孩子，所以铃木才找自己喝酒抱怨的吧。无论是谁，都不想在重要的人面前暴露自己软弱的一面呢。不知不觉间，又走到了超市后门。佐佐木瞄了一眼过去，心想，今天貌似是超市的休息日，应该不会有人在了吧。忽然，一只纤纤玉手啪的一声，软弱无力地垂到了地上。这是什么情况？好心的佐佐木快步上前查看，没事吧？要不要帮忙叫救护车呀？发现了的说，野生的炖木头大叔。只见田山将面露红晕，竟然瘫坐在地上抽着烟。你没事吧？佐佐木惊讶的同时关心地问道。辛苦了您嘞。见他大笑着疯疯癫癫的模样，佐佐木这才明白，应该是喝醉了吧。我喝醉了？怎么可能？老娘的酒量可不一般哦，一年也就会喝醉个1-2次而已。田山将一边说着，一边还伸手比划了个 V 字。醉鬼都是这样不自知的吗？佐佐木一阵头痛。田山将此刻拍了拍一旁的箱子，示意他过来陪上一支烟。既然见到了，就陪他倒酒醒吧。佐佐木心想着，一个女醉鬼总不能比铃木那家伙更不好对付才是。然后他便坐上箱子，随口说道：田山将你也坐呀。地上冷。不想田山将二话不说就蹦了起来，朝着佐佐木大腿上就想坐下去，吓得这个中年大叔顿时花容失色，原本夹在腋下的皮包都掉了出来，整个人瞬移般的往一旁躲闪开去。我是说让你坐箱子上啊。佐佐木赶紧解释起来，田山将却一副自己没错的样子，嗔怒道：那大叔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总算坐定后摸出了烟，陪着发酒疯的田山将，佐佐木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像在做坏事般的感觉。他刚吸上一口，突然从大腿上传来丝丝暖意，这又是怎么了？他赶紧低头看去，只见田山将竟然搂着自己的膝盖，整个人横躺了下去，口中还吐槽起来：大叔你的腿也太硬了的说，能不硬吗？此刻的佐佐木浑身肌肉僵直，一动都不敢动。可恶啊，女醉鬼果然比男醉鬼更不好对付。虽然佐佐木建议田山将想睡觉的话，他可以帮忙叫车送他回家，但田山将一副不想起来的样子。佐佐木无处安放的双手只得举在半空，有一句没一句的跟田山将闲聊起来。这时他才得知，田山将是在欢送会上喝多了半途溜出来的。他表示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和那些同事，所以就多喝了一点。他希望那些要走的人也能笑着离开，虽然各有各的人生路，但这次聚会能成为大家快乐的回忆就更好了。不过因为心里还是挺不舍的，喝了酒后就更没法保持一贯的笑容了，所以他便溜了出来。你要为我保密哦。田山将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仿佛睡着了一般。20岁的女孩壁咚40岁的大叔，只因他借着酒劲出招，对方却不接。醉酒时有多勇猛，酒醒后就有多尴尬。听到怀中女孩的一番倾诉后，佐佐木略有些感慨，田山将总是优先用行动来表达善意，这是他很欣赏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在他那完美的外表之内，如果可以的话，不用那么压抑自己，把真实的情感和韧性表达出来，或许会更好一些吧。眼前的女孩是那么惹人怜爱，佐佐木情不自禁地伸手过去，触到发丝的瞬间，田山将猛地扭过头来，看到他那羞红的面庞，佐佐木的老脸顿时涨得通红。怎么回事？你这手想干嘛？在田山将不停的质问下，佐佐木更慌了。我这老寒手怎么就举不起来了呢？他打着哈哈想蒙混过关。你是想摸我的头吧？被田山将一针见血的指明，佐佐木赶紧低头郑重的道歉，并表示刚才只是因为看不到田山将的面容，还以为他哭了，所以就原来如此啊。田山将拍着大叔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他对佐佐木的关心表示感谢后，站起身来说道，自己可不是那种会在别人面前流泪的弱女子，最后一次哭泣还是在打零工的时候吧。不过嘛，现在我知道了哦。他顿了顿后，便双手倒背在身后，扭过侧脸来回眸一笑道，要是我哭了的话，佐佐木先生一定会做点什么来安慰我的呢。见他这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佐佐木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话。他支支吾吾地表示，在田山将伤心的时候，如果不嫌弃的话，自己倒是可以听听他的倾诉，至于做点什么安慰这事吗？佐佐木啰里啰嗦了一大堆，反反复复表示自己刚才伸手只是下意识的举动，这男人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田山将怒从心生，啪的一掌拍在了墙上。你这个清高男！他怒吼着一顿输出，难道是我的错吗？因为当初我让你维持品格，才酿成了如今的局面吗？能不能别这样啊？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是同时存在的说，对不起了。佐佐木不知该怎么说，只能道歉。
田山将突然一拳正中大叔胸口，这是人格破坏拳，吃了我这一拳的家伙就会变得粗鲁无礼起来。田山将朝着大叔做了个俏皮的鬼脸后表示，佐佐木你呀，偶尔也要粗鲁无礼一下才行，让周围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发毛病了那种程度就挺好。此时店长和做保镖陪同的小田也来到了超市后门外，那个山田肯定会来这里抽烟的。店长刚说完，就见到田山将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你们俩怎么也来了？还醉醺醺的田山将自然搞不清楚状况，来你个头啊，当然是怕你出事啊。店长没好气地回应道，这样啊，那我就回去了。田山将说罢就大步往家的方向走去，小田赶紧跑过去护送。此时店长往后门内一看，大受打击，仿佛耗尽元气的佐佐木化成一座雕像呆坐在那里。第二天在超市工作时，山田感到浑身不自在，实在是太丢人了。他对昨晚的事情耿耿于怀，为什么偏偏烂醉如泥的时候遇到佐佐木呢？如果他今天来超市的话，自己恐怕会因为太过羞耻而一拳揍过去吧。而且因为当时是醉酒状态，都不记得说了些什么，要是不小心透露了真实身份的话可怎么办啊？愣在那里干什么呢？赶紧去干活！店长大吼一声，把魂不守舍的山田拉回了现实。山田一脸委屈地恳求店长，如果佐佐木今天来超市了，希望店长能马上告诉自己，那才好提前躲起来。另一边，工作中的佐佐木也是心不在焉，过来还打车费的铃木还以为他是宿醉了，没那回事，我只是学到了新东西在消化而已。跟同事相约赏樱，却被放了鸽子，走在马路上散心，又被不长眼的小混混搭讪。在这个浮躁社会中，你的身边有没有那样一个人，只要看到他或是他，就会觉得心情舒畅呢？又到了公司团建聚餐的日子，佐佐木借口身体不适，回家睡了个香甜的午觉。傍晚时分，铃木一个电话把他吵醒过来，好兄弟竟然来电关心自己的状况，佐佐木只能打着哈哈敷衍过去。一觉醒来，烟瘾又犯了，环顾四周，他只在外套口袋里摸到了田山将送的那包烟，抽掉后就没有了吧？略有些不舍的他，只得出门买烟去。刚走出屋外，便看到樱花随风飘落，佐佐木不禁感慨起来，回到这里住也已经整整1年了呢。另一边，由于大野小姐突发腰痛，田山将跟同事夜赏樱花的约会不得不临时取消。店长跟前泽主管又是大忙人，各自接了个电话后就表示已经有了其他约会。田山将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这样分头行动吧。他独自漫步在街道上，盘算着去吃一碗最爱的拉面就回去。孤独的夜，寂寞的心，他走着走着，佐佐木那张呆萌的老脸又浮现在脑海里，不禁回想起自己上次发酒疯的样子，真的是羞死人了。他不好意思地捂住双眼，想要清空大脑，但那天发生的种种记忆却又如此清晰，为什么自己会变得那么烦躁跟奇怪呢？他低下头叹了口气，明明今天只是个跟往常一样的夜晚而已啊。心绪不宁的他只得自我催眠，总之先去吃拉面吧，吃完最爱的拉面应该就能爽快起来了。就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两个喝了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混混缠了上来。小姐姐你真漂亮啊，想吃拉面的话我们一起去吧。虽然田山将立马拒绝，但两人仍然不依不饶，死缠烂打，吵死了，给我滚！被惹怒的田山将脸一沉，回头怒喝的时候，佐佐木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本就人高马大的他哇哇的大叫甚是唬人。小混混见状觉得不好惹，立马灰溜溜的跑了。这个大叔有事还真上啊，不过大晚上怪叫的话，有人报警扰民，被抓的就是大叔你了。田山将犀利的吐槽起来。此时周围住户听到异响，也纷纷开灯探头观望过来，难道自己多管闲事了？佐佐木刚要道歉，田山将却微微一笑的拉住了他的手，没有多管闲事哦，来吧，要跑起来了。他话音刚落，便拉着大叔向前飞奔而去。跑出这个街区，佐佐木扶着电线杆喘起了粗气，田山将却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随后两人聊起了各自出现在这里的缘由。佐佐木表示离这里很近就有家卖烟的小店，他带着田山将没走几步，弯过小弄堂便看到了那家还在营业的小店。这大叔竟然比自己还熟悉这片地方。田山将略有些惊讶地问道，能卖烟的话应该也能抽烟的吧？佐佐木却表示以前是可以，不过因为扰民现在不行了。以前的这里他很熟吗？看着上前买烟的佐佐木，田山将再次疑惑起来。看店的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因为手上没有盒子，佐佐木抽的又是外文名字的香烟，一时间老大爷分不清楚。田山将见状自然的上前2步，掏出自己带着的烟给老大爷看了看，他要的是这一种啊。见到田山将随身带着自己送的烟，佐佐木傻笑着表示感谢。这一笑让敏锐的田山将察觉到了什么，又开始调侃起来，我送的烟还在吧？那为什么还要出来买烟呢？听到佐佐木表示不舍得抽时，他更是狡黠一笑，难道你还想当成传家宝不成？要不要把它供在神坛上算了？被田山将连珠炮似的吐槽，佐佐木只能尴尬的微笑回应。看着眼前男人高大的背影，田山将原本烦躁的心情突然变得舒畅起来，总觉得今天特别开心呢。原本被放鸽子，被小混混骚扰的不爽，也在此时烟消云散。又不是约好了见面的，等他买完烟后就要告别了吧？
此刻，田山将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舍的感觉。佐佐木先生，买完烟后，一起去吃拉面吧。他把手伸到嘴边，但最终还是没能开口说出这句话。不过他也因此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原来自己最近烦躁的心结，便是在超市之外，也会想着跟这个人见面，就像此时此刻这个样子。忽然，天上下起了小雨，卖烟的老大爷特别优待，表示不扰民的话，可以在这里抽烟躲雨。田山小姐，大爷说可以抽烟了，要不要避会儿雨再回去呢？看着佐佐木的笑颜，田山将此时的心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春雨朦胧，思绪何从？当明白自己的心意，便是想看到眼前男子时，一直掌握主动，喜欢逗佐佐木玩的田山将也变得坐立不安起来。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佐佐木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像往常一样跟田山将东拉西扯的聊起天来。不过此时田山将的心却砰砰直跳，完全没听到佐佐木在说些什么。难道他原本想回家，被自己拉住抽烟，所以不爽了？善于自我反省的佐佐木抱歉的话刚要说出口，田山将这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刚才你说什么来着？见他无事，佐佐木终于松了口气。随后他复述了刚才赏樱的话题。田山将听后表示，自己跟店长他们一起去赏樱的计划，虽然因为突发状况取消了，不过嘛，他一指头顶笑着说道，其实在这里也能看到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随后的闲聊中，田山将发现佐佐木总是提到这条街的过去，难道大叔你一直住这里吗？他好奇地问道。佐佐木则表示自己8年前一直住这儿，中间离开过后，1年前才又回到这里。此话让田山将心头一颤，不禁联想到那个人，甚至连烟灰都忘了弹，差点掉到了皮衣上。怀着忐忑的心情，他不敢正视佐佐木，偷瞄一眼，便再次小声问道，这么说的话，大叔你8年前也来过我们超市吗？因为街道改造和店铺改名的种种误会，佐佐木一直以为是不同的2家店，自然否认了田山将的问题。什么吗？原来不是啊！少女激动的心这才慢慢平静下来。虽然记忆中的景色大变样，但这家小店却还存在着。佐佐木抽着烟不禁感慨道，新颜不断，旧貌犹在，这才让自己有了回家的感觉。你说的新颜是指山田小姐吧？又被田山将调侃。佐佐木红着脸表示自己并没有特指谁，真要这么说的话，包括常去的超市和田山将在内，都是让自己颇有感触的存在。毕竟已经整整1年了呢。当初刚回到这里时，整个人的心情状态都很糟糕，是山田小姐不经意间的3言2语，让自己感受到了温暖。什么吗？我当初说过这样的话吗？田山将早就忘了这茬，看着佐佐木尴尬又真诚的笑容，他本来蠢蠢欲动，想要向他倾诉真相的心，又被强压了回去，因为他不敢想象佐佐木会有何种反应。毕竟山田在田山之前就成为了这个大叔的心灵支柱，告知实情，破坏这个白月光的话，山田不就成了一个骗子了吗？自顾自的侃侃而谈，田山将却没有任何回应，佐佐木只能尴尬一笑。突然，田山将上前一步，只见他左手扶着大叔胸口，让佐佐木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怎么了？他结结巴巴地问道。田山将却没有回话，只是伸出右手撩拨起了大叔的头发。佐佐木不明所以，老脸立马煞红。原来田山将只是帮他摘下了粘在头上的花瓣。你能遇到山田小姐，真是太好了呢。田山将发自内心的微笑，把佐佐木看得一愣一愣，这笑颜是那么的熟悉。此刻他不禁把山田和田山重叠在了一起。雨好像停了呢。田山将的声音把佐佐木拉回现实，时间也不早了。把烟掐灭，告别店主老爷爷后，两人便踏上了回家的路。看着走在前面的田山将，佐佐木的心也无法平静下来。今天本来是个糟糕的日子，撒谎身体不适，逃避公司的聚餐，想着这一晚赶紧结束的他，此刻却又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出门买烟的时候，他就下意识地抱着期待，说不定呢，说不定再转过几个路口后，就能碰到那个想见的他。此时田山将突然停下脚步，让思绪乱飘的佐佐木差点撞了个满怀。定睛一看，原来是到了拉面店门口，这里特别好吃呢，深夜的时候还能抽烟，是我最中意的地方。田山将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店面，便大步向前走去。田山小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要不要和我？这话在佐佐木脑中转了数转，最终却没说出口，因为自大而弄出误会的那件事可不能忘了。佐佐木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别发呆了，我转个弯就到家了，先走喽。田山将此时早已走到了路口，他回头看向佐佐木，忽然又大声问道，佐佐木先生，你喜欢现在吗？喜欢哦，非常喜欢，我也是呢。成年人的世界，发乎于情，止乎于理。两人挥手告别，各自走上了回家路。钻入牛角尖的两人，一个把这份感情总结成了友情，另一个又患得患失，不敢越雷池半步。两人不禁同时觉得维持现状就挺好的。今夜良辰美景，一切却还是一往如常。既是职场上善解人意的微笑天使，也是下班后抽烟喝酒的捣蛋魔鬼。同一个女孩，却有着2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被蒙在鼓里的大叔又能否察觉到他的真心呢？新年伊始，前泽主管哭丧着脸，用他那一指禅的功夫，不停地敲击键盘。只因他意外删除了员工名单，不得不重新录入。店长跟山田则在一旁看戏闲聊。我说山田啊，都整整过了1年了，你跟佐佐木到底进展如何了？一起抽过烟，一起吃过拉面，怎么也该碰出点火花来了吧？店长吃瓜心切，山田心虚的瞥向一旁表示，两人的关系一如既往，你咋还没暴露身份呢？那样才有趣吗？店长无奈的叹息道。山田则立马挥手吐槽起来，就凭那个木头，怎么可能察觉到吗？不管店长你希望吃到什么瓜，反正我决定了，要把山田的秘密带进坟墓里。难道你直到死前都要这么偷偷的跟那大叔一起抽烟吗？被店长反吐槽，山田一拳砸向桌面，无奈的叹了口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随后他没好气的指着店长表示，需要纠正一点，佐佐木这大叔怎么想都应该会比自己先挂了才对。他俩的谈话碰巧被一旁的小田给听到了。什么山田田山的，小田脑中一团浆糊，山田则随机应变，用一段绕口令给蒙混了过去。就在此时，一个矮个子的女生猛击小田背部吐槽道，娘娘腔，你在发什么呆呢？跟你同期的我都要没脸见人了。这个外表开朗的家伙正是大家的原同事川上，他去总部进修1年后晋升成了主管，如今回店负责水产方面的业务。大家纷纷上前道喜，山田同样亲切地表示了祝贺。不过川上见到他这副面孔，却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来后，他一拍脑门，乐呵呵地表示，是店里久违的空气让自己陶醉了呢。打过招呼后，川上转身准备去交接工作。山田微微一笑，再次热情地表示，又要共事了，等下一起去吃拉面吧。听到此话，川上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但立马又满面春光地挥手同意。等他离去后，前泽主管终于制作好了员工名牌，并把新名牌贴在众人的工作围裙上。因为离交接班还有点时间，山田便溜到了超市后门，独自享受起了吸烟的悠闲时光。今天时间尚早，那个大叔应该还在忙工作吧。山田一边抽烟，一边又回忆起了前天晚上的事情。佐佐木说喜欢当下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让他不由得耳根一红，想什么来什么。佐佐木此时突然驾到，让山田惊出一身冷汗，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蜷缩了起来。原来佐佐木因为昨天出差的关系，所以才来早了点，是店长主动告诉我的哦，说田山将你出没于此。听到佐佐木这么说，田山将没好气的在心里吐槽起来，怎么有这样闲得发慌的店长，竟然还把人家当成熊出没。随后佐佐木表明来意，原来是在车站的零售店里买到了特别版的超大包美味鲜贝，所以想要来分给田山将。屁大点事，差点把老娘吓出心脏病来。田山将哭笑不得，便示意大叔坐下来慢慢分吧。他刚扭头就发觉到了不妥，扔在一旁的围裙上可贴着山田的名牌呢，不能把摘下耳钉的左耳露出来，又不能露出名牌，他只能用一种极其别扭的姿势，双手交叉抱起了围裙。你没事吧？佐佐木不明所以，田山将只得谎称自己头痛，身上也有点冷，看样子我来的不是时候。佐佐木慌张地掏出袋子，开始分鲜贝。其实这时候更慌的是田山将，因为担心身份被揭穿，捂住左耳的手不能放，抱住围裙的右手更不能放，眼看着嘴上叼着的烟会一点点的变长，自己却无法伸手去弹。田山将那是左右为难，毫无办法。此时佐佐木已经分好了鲜贝，扭头便见到他这副奇怪的样子，目光一扫下，更是发现了围裙上露出来的半个山字。心中一动的他这次没有怂，主动伸手把烟从田山将的嘴上摘了下来。灰太长了，我帮你弹一下吧。这意外的举动让田山将大吃一惊，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大叔。佐佐木趁机余光一扫，看清了名牌上的另一个字，竟然不是田山场，是什么鬼？佐佐木惊讶地喃喃自语道。田山将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暴露了名牌，还好上面写的不是自己，而是同事山场。这自然是因为粗心的前泽主管贴错了。危机解除，一根烟也抽完了，松了口气的田山将抱着分好的鲜贝跟佐佐木告别。刚才抱歉了呀，那种时候只能用手呀。佐佐木挠着脑袋不好意思地说道。用手怎么了？难道你还想用别的？恢复本性的田山将又开始了对大叔的调侃，急得佐佐木老脸通红，不停地辩解。田山将见状甚为满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没事的啦，刚才谢谢你了。他郑重地表示感谢后，两人挥手告别。看着大叔的背影，他不禁又回想起刚才那一幕，下意识地摸了摸嘴唇，仅仅是手指触碰的余温，已经让他的耳朵红得发烫了。同一时间，佐佐木也陷入了自我反省，我到底在急什么呀？他一边走一边把拆包后的鲜贝撒了一路。另一边，两人的这次碰面貌似全被新来的川上看到了眼里。面对心仪的收银女孩心不在焉，不仅天天在超市水产区瞎逛悠，甚至还学会了自制海鲜便当。到底是大叔的心出了轨，还是胃劈了腿？自从好友川上回店里工作后，田山将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愉悦，跟佐佐木一起抽烟时，甚至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面对佐佐木的疑惑，
他表示自己这个好友不仅工作厉害，仅3年就当上了主管，而且说话也特别有趣，是同事中的吐槽担当，还深受老奶奶级别顾客的欢迎。没跟佐佐木一起组队抽烟前，下班后都是跟他一起去吃拉面的。听到这话，佐佐木突然愣了一下，细微的表情变化自然逃不过田山将的眼睛。难道你是怕将要被冷落了吗？田山将立马调侃起来。佐佐木虽然尬笑着当场否认，不过田山将的眼神中仍旧带着一丝丝的怀疑。几天后，公司午餐时间，好友铃木意外地发现佐佐木这个单身狗社畜竟然自带了便当，有这时间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当他吐槽时，佐佐木也打开了盖子，只见里面尽是些海产品，什么烤鲑鱼、炖比目鱼、银鱼干，你这家伙是想痛风痛死吗？铃木不解地吼道。当晚，佐佐木照常光顾了超市，这次连山田都看出了异常，不仅饮食习惯变了，推车里除了啤酒外就是些临期海产，而且收银时面对自己竟然有些心不在焉。婷婷扭头偷看背后的柜台，这个大叔到底怎么了？山田脑瓜子一转，隐隐约约想起了前几天的对话，当时佐佐木的表情就有些古怪，他立马探过头去询问在另一旁收银的大野小姐，人啊，是不是不管年纪多大都会吃醋呢？这话让大野小姐当场想起了自己常玩的弹珠机被别人霸占时的心情，表示当然会吃醋跟嫉妒的。根据大野小姐的回应，山田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原来如此，佐佐木这块朽木也会吃，自己跟川上的醋啊，他把川上当成男生了吧，真拿他没办法呢。山田心中暗爽，手指也不自觉地绕起了头发。不久后，本该回家的佐佐木又意外地折返了回来，原来他是忘买了厕纸，要是山田小姐还在的话，真有点尴尬呢。他瞥了一眼手上的购物袋，心里也有些迷茫，不禁喃喃自语起来，我到底在干什么呀？就在此时，田山将从拐角处走过来，两人差点撞了个满怀。佐佐木赶紧道歉，那天之后又见田山将，佐佐木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你看我这脑子竟然会忘了买厕纸。他摸着脑袋自嘲起来，见他这欲言又止的样子，田山将直球出击，你是有话想跟我说吧？佐佐木顿时脸色大变，这个样子是有的喽，那就赶紧说吧。田山将步步紧逼，佐佐木却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妈的男人！田山将无奈地叹了口气后脱口而出，川上她是女生啊。几乎是同一时间，佐佐木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我呀，是不是打扰了川上小姐跟你了？两人想的不是一件事，这下可好。佐佐木一脸的迷茫，田山将则直接尬住了，各自点上一支烟，缓了口气后，田山将总结了佐佐木的意思，原来他是觉得自己的存在打扰了年轻人间的社交，出于愧疚，所以去水产区疯狂采购。田山将深吸一口烟，不自觉地捂住了面庞，此时他尴尬至极，好想把自己缩成一团，然后从世间消失。都怪这大叔瞎操心，害自己会错意。田山将看着佐佐木就来气，但瞥到其手指上的伤口时，又于心不忍起来，便俯下身，掏出自己背着的创可贴，准备帮佐佐木换掉那张快掉了的。佐佐木这伤口一看就是被刀切的，他赶紧解释是自己做便当时候不小心，我就知道，肯定在胡思乱想了吧。田山将换好创可贴后不禁叹了口气，佐佐木此刻喃喃自语起来，表示自己太傻了，每次想到田山将都会出现奇说，真无聊啊，这样的画面你这不是很懂吗？田山将突然抬头一瞪眼，让佐佐木重回现实，意识到自己的失言，他举手挡住涨红的脸，赶紧道歉。不过田山将并不在意，听到佐佐木的心里话，他反而有些高兴。他伸手夹住烟夺了过来后表示，佐佐木可不是在臆想，是懂自己才会这样，不过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田山将调皮的比划了个手势，让佐佐木涨红了脸说不出话来，明明都懂我了，却还是手忙脚乱的。请告诉我呀，佐佐木先生，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变得这样蠢萌蠢萌的吗？不等佐佐木做出回答，田山将继续说道，下次因为无关紧要的烦恼而想到他时，一定要来请教本尊哦，懂了吗？此话一出，佐佐木也只能答复一声感谢了。第二天，佐佐木习惯性的又来到了水产区，他端起一盒刺身，对之前的胡思乱想表示了歉意。这位客人，您真是好运啊，这里的商品现在就可以打半折了。川上突然冒了出来，把佐佐木吓了一跳，他不敢搭话，甚至连半价的贴纸都不要，拿了商品急忙闪人。这种奇怪的举动让川上更起疑心，随后川上便去找小田询问，在后门跟山田一起抽烟的佐佐木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过小田也不知道佐佐木的底细，一问三不知，自家白菜岂能让猪给拱了？怒意上头的川上立即脑补了山田被佐佐木这个大叔欺骗的剧情，小田则一头雾水地表示，真的是这样吗？老实巴交的中年社畜只是意外邂逅了抽烟搭子，就被脑补成了骗财骗色的法外狂徒，一定要保护好纯洁无垢的小珊珊。重回超市工作的川上，自从发现山田会跟佐佐木一起在超市后门吸烟后，每天上班就跟护卫犬一般雷达全开，时刻注意着佐佐木的到来。会在下班后邀请他一起吃拉面的山田，在川上眼中简直是女神般的存在，不仅强大帅气，
还长了张让人看了就想犯罪的脸。纯洁无垢的小珊珊，一定是被那个罪大恶极的佐佐木欺骗了感情。川上直接脑补了狗血剧情，一定要在小珊珊的心灵受到创伤前，解决掉那个罪魁祸首。说曹操到，佐佐木忽然出现，一脸忧郁的样子，把川上惊得差点蹦起来。在他的视角里，露出狐狸尾巴的佐佐木一脸的坏逼样。其实呢，苦逼社畜只不过忙了一整天，没时间抽烟，所以显得有些烦躁罢了。川上刚鼓起勇气，想要当面呵斥佐佐木时，西原小姐又意外出现。川上只得被动地躲在柜台后，偷听起了两人的闲聊。一番寒暄过后，西原小姐微微一笑，提起了上次大伙一起吃拉面的事情。你不是和收银台的山田小姐一起回去了吗？有惊信吗？听到此话，川上脑中瞬间炸锅，这个大叔竟然还对小珊珊做了那种事情，不会只是在被窝里打了整晚扑克吧？他刚要发飙，却听到佐佐木缓缓表示，因为山田小姐实在太善解人意了，所以他都害怕自己会得意忘形起来。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川上工作中深有体会，他瞬间理解了佐佐木，但转念一想，这又不对啊，自己怎么能共情这个欺骗了小珊珊的老家伙？川上在一旁左右为难的样子，引起了西原小姐的注意，几句话便把他拉进了聊天小组中。虽然川上新来超市工作，但佐佐木其实对他已经很熟悉了，因为抽烟的时候听过很多他的趣闻，一通夸赞下来，川上都不好意思的涨红了脸。他本想发飙干架，但无奈伸手不打笑脸人，反正都是阿山告诉你的吧。听到此话，佐佐木起先一愣，但转念一想也对，田山酱叫阿山也没错呀。可当他说出田山这个名字时，川上的脑瓜子瞬间短路， CPU 直接给干烧了。这田山又是哪位？蔫了的川上缓缓瘫坐到地上，怎么想都想不明白，以为在这里闲聊干扰了对方工作。佐佐木跟西原表示抱歉后先行离开了。随后闻到味儿的店长急匆匆赶来，他可不能让自己看了快1年的乐子就此消失。见到川上呆坐在地板上，嘴里念叨着田山二字，店长立马明白了，他这是陷入了山田山的无限循环中，最终解铃还须系铃人。田山酱装扮的山田出面，邀请川上吃了碗拉面，才把一切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原来不是邪恶大叔欺骗了纯洁少女，而是小恶魔山田捉弄了可怜社畜。川上刚庆幸都是误会的时候，山田突然低下头去，眼神飘忽，一脸扭捏地问道：那个人，你觉得那个人有没有发现呢？完全没可能吧？见川上大手一挥，信誓旦旦地打包票，山田终于松了口气，太好了，那就和平常一样嘛。第二天，一回想起此事，川上就淡定不起来。明明应该是那个大叔被小珊珊玩弄于股掌中，但为什么他却露出了那样的表情，甚至连手上香烟的牌子都换了。虽然少女怀春的小珊珊更好看了，但他为什么把自己陷进去了呀？川上就像只抓耳挠腮的仓鼠，在小田身旁窜来窜去。见他闹腾的样子，店长仿佛找到了知音，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自己吃瓜1年来终于有了可以倾诉吐槽的同伴。店长对两人间复杂的关系做了总结，并剧透了后续发展的可能性。当捅不破那层窗户纸时，就应该安排一个情敌出现，这样才能促进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小田听了直呼内行，不禁可怜起了蒙在鼓里的佐佐木，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同病相怜，无法直面喜欢店长的感情呢？